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么你是否想过建立一个自己的一个专属网站呢，来推广你的一个数字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子书、设计模板、软件，或是各类知识资料，那么我们都需要去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网站呢，来销售这些虚拟产品，绝对是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现在呢，销售虚拟产品呢是一大亮点，因为呢它无需一个繁琐的一个物流环节，而且转化率呢它也非常的高。今天小鱼儿呢就会带大家一步步来构建一个这样专注于虚拟产品的这样一个电商网站。为了能够打造这个功能丰富的网站呢，我们将借助一个 WordPress 这个强大的一个网站程序，还有这个 Elementor 呢这位设计助手。Elementor 呢大家应该都了解啊，它的厉害之处呢就是在于，即使你不懂代码，你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一个新手小白，那么你都可以通过一拖一拉来创造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网站界面。此外呢，我还会引入 WooCommerce 呢这款专为电商设计的一个插件。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顺利的销售各类产品，而且它的系统呢也非常的完善啊，只需简单的安装即可享用。接下来呢，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站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呢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网站的它的一个首页，中间呢有我们的一个搜索框，那方便用户呢他可以快速找到他所需要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搜索一个模板，这儿点击一个搜索啊，它就会跳到我们的一个模板页面。那么首页的下方呢，这里还有一个关键词的链接，还有我们的一个高评分的模板区域。那这些呢你都可以通过后台呢来灵活设置。那么你还可以将你的一个主推产品呢置于一个显眼的位置。那这里点击任意一个模板呢，即可跳转到一个详情页啊，可以轻松的，我们再点击一下，可以轻松的加入到购物车去进行一个付款。那么这里可以直接点击加入购物车，这里点一个结账。那它支持一个 PayPal 付款、支付宝、微信付款，那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银行卡。那么这些支付系统呢，我将在后续视频中详细的讲解如何设置支付系统。再往下呢，可以看到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最新产品。那么你可以对你的产品呢进行分类展示，让顾客呢第一时间发现你的一个新品啊。网站的底部非常的简洁，可以看到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信息啊，就保持一个简洁即可。那顶部栏呢，这里有我们的一个菜单栏啊，有首页、商店、博客、关于我们、联系我们页面。那么顾客呢可以点击博客啊进来阅读文章，那他也可以看到关于我们的一个团队信息以及我们的一个客户评价。有任何问题呢，客户呢他还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啊，给我们留言进行反馈。这里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那这里呢有购买者呢，他还可以通过右上角来找到一个仪表盘的一个入口，查看订单详情，管理一个账户及一个心愿清单。OK， 废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那么我们创建网站的话，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域名，可以看到每一个软件啊，每一个博客文章也好，包括就像我们的这个油管频道也好啊，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域名啊。看一下啊，每个它都有一个，在我们的最顶上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域名。除了这个域名呢，我们还需要一个主机服务器啊，就是存放我们的图片文字的地方。那么接下来的话，我就通过4个步骤。那首先呢，我教大家怎么样获得一个域名，还有一个主机。接下来安装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程序，再往后呢就是安装一些免费的主题插件。那最后呢，上架我们的产品，发布我们的产品。第一步呢，我们就是要注册我们的一个域名，还有购买我们的一个主机。大家第一次进来啊，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英文啊，可能对你来说会很陌生。那这里呢不要担心，我们点开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一个像旗一样的，我们点击一下。那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语言哈，你可以选择一种适合你的一个语言。比如说最后一个中文，我们就点一个中文。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啊，这个语言看起来是不是亲切多了？那我这里呢，小鱼儿我自己的网站呢，也就是用这个 Hostinger。那给大家推荐这个 Hostinger 呢，第一个原因的话，主要是因为它便宜啊，它的性价比非常高。
第二个呢，就是它支持一个中文，同等价位，它提供的一个功能，还有它的安全性各方面呢，都非常的有优势。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你在这个左上角呢，这里你就能看到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那这里鼠标往下滑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有3个套餐，中间呢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一个套餐。那我也建议大家呢选中间这个套餐。那这个主机里面呢，它是可以制作100个网站，那么这个呢就可以满足你的一个需求。比如说我今天做一个博客网站，那明天呢我想制作一个公司网站，后天呢我想制作一个什么在线网站或者什么娱乐网站，那这些呢都没有问题。那接着往下看呢，它提供一个20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这里你购买1年以上的话，那它呢还免费赠送你一个域名。那它的一个域名的价值可以看到是71.99元。第1年呢是免费的，你只需要在第2年的时候呢续费就可以了续费的价格也不贵，也就几十块钱。再往下可以看到我们最重要的做网站一个每日备份。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套餐的话，它是每周备份，所以这个每日备份呢，它会每天对你的网站呢进行一个备份。那你的网站每天备份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这个黑客呢也是非常的厉害，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被黑客攻击，那我们每日备份的话，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一键恢复。那么它下面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功能大家都可以来了解。接下来我们直接选择中间这个28.99，点击这个选择套餐。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选择你要购买多长的时间。那这里又给了我们4个选择，那第一个是1个月，第二个是1年，第三个呢是2年，第4个呢是4年。那如果说你做网站你不可能只做2个月，一般我们做网站的话都是按年来计算，至少呢是1年、2年、3年、5年都有可能。那这里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前期呢可以买的久一点48个月。那么因为48个月的话算下来呢是23块钱人民币1个月，这个价格呢真的相当的便宜。你可以看到你单独买1个月的话，它的价格是99差不多100块钱。而且按月买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小小波动，它隔段时间可能价格还会有一点不一致。建议大家买48个月呢，可以看到它这里呢还免费赠送3个月就相当于是51个月。因为这里如果说你的网站做的比较久的话，有的做7、8年、8、9年、10来年非常非常的久。因为做网站呢，其实它也是一个长期累积的一个过程你的网站做的越久，那么你的收入呢就会越高。你做的越久，你在谷歌里面的分数排名呢也会越来越高。当你排名越来越高的时候，那发现你网站的人呢会越来越多，同样的话你的收入也会大大的提升。那么接下来呢，你可以选择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这里进行登录一下，也可以选择在这后面输入你的一个 email 地址，还有一个密码。接下来呢，只需要选择一个付款方式可以看到这里呢，它可以用一个这里可以用信用卡，也可以用支付宝也可以用 PayPal。那这个就是对我们国内的伙伴呢非常的一个友好，你可以用你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付款。那这旁边这些呢就可以填也可以不填，选择支付宝付款呢，直接这里提交一个安全付款就可以了。那么付完款呢，你就可以登录来到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右上角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登录按钮直接点进去登录。那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看到左边这里有一排功能，那同样呢，你也可以选择右上角这个账号点一下。那这里呢有一个语言，你可以把它选择成中文。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网站回到这个左边点一个网站，鼠标移到这个右边，这里有一个添加网站。第一个呢是用一个 WordPress 一个创建网站，第二个呢是 AI 建站第三个呢是上传代码或安装其他的一个应用程序。那第4个是一个从外部嵌入网站。那我们选择第一个。那么这里同样还是选一个语言，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我选的是一个中文，输入一个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箱，再输入你的一个密码，密码这下面可以看到它是由哪些字母组成。接下来我们选择下一个，那问你呢要创建一个什么类型的一个网站，这儿我们选博客，点一下，点下一个。那这里呢它是问你是否需要在你的这个网站里来安装模板，这儿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我们不需要等
等一会儿呢，我要教大家安装一个免费的一个电商模板啊。这里我们不需要，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创建空白网站。那接下来他问你要不要在你的网站里面安装一些插件，那么这些我们都不需要，我们直接点跳过。那这里呢，他问你需不需要用人工智能来生成你的一个博客内容，这儿我们还是点一个跳过。那这里的话，我们选择我们的一个网站，那么这里呢是需要填写你的一个域名。那么你如果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去申请你的一个免费的域名。那刚才给大家讲过，如果说你购买的是一个4年的一个主机，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那你购买了第1年以上它都会赠送你一个免费的域名。不管你是1年、2年、4年，那可以看到它都会赠送你一个1年的免费域名。那么你就可以去申请注册好域名，注册好了，它会往你的邮箱里面呢发一个邮件，那你去确认一下就可以了。把这个域名呢就可以输入到这个里面。如果说你还没有域名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点击下面的一个使用一个临时域名，点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它就在安装一个 WordPress。那它呢，就是把这个 Hostinger 呢，把我们网站的一些程序 WordPress 安装在我们的一个网站里面。那这里呢，大概是需要1分钟左右。安装好之后，它会自动的跳到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OK， 可以看到现在来到了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那这一边左边也是它的一些功能。那么这里呢，这些功能呢，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管理面板。OK， 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它带我们来到了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这里一个仪表盘，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后台。那这上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网址，鼠标回到这个最顶上这里。那这里呢，你可以选择这里选中，可以看到这旁边有个5星，把它点一下把它收藏到我们的一个桌面，点击一个完成。OK， 这里5星已经亮了，代表我们已经收藏成功了。那么我们这里你也可以给它命个名。那收藏之后在哪里找呢？可以看到这一排上面这一排都是小鱼儿平常用的，收藏起来了。这里有个箭头符号，找不到的就往下拉。在最后这里就是我刚才收藏的这里一个仪表盘。那你也可以把这个网址呢给它保存起来每次你直接点击把复制粘贴一下，直接点这个加号，在一个新窗口，那也可以把它打开。可以看到也是一种方式你自己选的一种方式，把这个后台给它记住。那这样，因为我们的网站呢不是1-2分钟就给它创建好的，所以我们要保存这个地址，随时进来的时候呢就有链接可以直接进来。你也可以选择这上面有一个，你可以在你的网址后面加上一个 WP-ADMIN， 那同样的话它也可以进入到你的一个网站后台。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的后台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那进来之后呢，你可以先点一下看一下我们的网站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鼠标可以回到这左上角 W 的旁边呢，这里有一个查看站点，我们点中间这个从新窗口打开。现在呢我们的网站呢就是这个样子了。等会儿呢我们不需要用它，我们需要重新安装一个主题，这里我们把它直接点关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左边有一些功能。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那这里呢我们还没有制作出来我们的一些页面，所以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接下来呢，这个呢是一个文章，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发布文章，我们可以在这里写文章。再往下呢，这是一个媒体，我们需要在里面上传我们的图片视频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添加进来。那这个页面的话，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页面比如说什么关于我们比如说什么隐私政策页面这些等等。再往下呢是一个评论，这个评论的话，如果说有访客，那这些评论也会显示在这个里面。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外观外观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题，那么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模板。等一会儿呢会教大家来安装我们的一个模板。接下来就是一个插件，插件的话我们就需要安装一些插件我们在制作网站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插件，它可以帮我们提升我们网站的一些功能。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用户，如果我们的网站里面有新用户注册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那再往下就是一个工具，那么这里面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一些可以用的导入导出的一些什么数据这些。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设置设置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功能，等一会儿呢会具体给大家讲。
那我们首先就来到我们的仪表盘，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仪表盘里面呢有一些东西啊，我们需要把它给清除掉，让我们的后台呢看起来呢更简洁一些啊，这样我们后台就比较干净。这里有个显示选项，我们点一下，这里我们把它全部这个勾呢给它去掉。OK， 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就非常的干净了。这个显示选项我们再点一下，把它收回去，那这里就非常的干净了。那为什么要把这些去掉啊？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个仪表盘里面太乱的话，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把不要的全部给它删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插件，那么这个插件里面也是有非常多啊，有几个插件我们用不上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删掉。这里呢有一个缓存插件，那我们可以先把它留下来。那这个缓存插件它有什么用？它可以加快我们网页的一个访问速度啊。我们这里呢先把它保留着，其他的我们勾选一下，这里批量操作啊，把它禁用。我们再点击这个应用，再把它勾选上，再点这里一个删除。OK， 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里就已经删除掉了啊，就留下一个缓存插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怎样改我们的一个用户密码啊。我们点击到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用户，鼠标往右，这里有个所有用户，我们点一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默认的一个登录我们后台的一个用户名啊。这里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编辑。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台的一个配色啊，你可以换成其他的颜色，喜欢哪个颜色，你可以给它更换成哪个颜色。那我比较喜欢这个浅蓝色的。那往下拉的话，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个站点语言，这里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一个语言，你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语言。我这儿选一个简体中文。那么你要改成英文呢，可以看到这里改成英文也是没有问题。再往下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用户名啊，这个用户名呢是不可以改的。再往下拉呢，这个昵称呢是可以改的，比如说这里取一个，那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品牌来取这个名字。那接下来公开显示，那么这里你可以点这个三角显示这个。那在我们发布文章的时候呢，显示的作者呢，它就会显示这个名字。那接下来你这个邮箱呢可以更改，你可以在这里添加你的一个个人说明。那么这个 logo 呢也是可以改的啊，你在这儿呢也可以设置你的一个新密码。那这里呢，它系统呢是有自动的给我们生成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密码，你可以把它改成你的一个密码。接下来更改好之后，我们点击这里左下角一个更新个人资料。接下来我们点到这个左边的一个设置，我们点第一个常规，这里一个站点标题呢，你可以改成啊你刚才的这个，比如说一个小鱼儿虚拟站。下面呢是一个副标题，那这儿有一个站点图标啊，这个副标题的话，你可以对你的一个网站呢进行一个简单的。再往下，这里有个成员资格，我们把它勾起来。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首先我们做的是一个电商网站，那么它就可以进行一个注册，所以这里我们要把它勾起来。那再往下呢，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我们就直接点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呢，设置这里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固定链接，我们点一下。那么这里固定链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改成一个文章名。那么这上面这些东西啊，可以看到这些呢我们都不要用，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文章名。点它之后呢，鼠标往下拉，我们就进行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开始安装我们网站的一个主题。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外观，这里有个主题，这上面可以看到它默认帮我们装的是这个模板。那这个呢都不是我们要的一个主题。在我们鼠标回到上面，点这个安装新主题，在这边搜索一个 WOOSTIF。那这个主题的话，它是一个电商类的一个主题，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安装。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你对做网站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订阅小鱼儿啊。之前呢也有给大家讲，只要跟着我的步骤呢，你也能做成啊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站。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实操啊！这里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下面的描述栏。OK， 这里好了之后，我们点一个启用。启用好之后呢，我们鼠标还是回到左边，左上角这个 W 旁边这个查看站点，我们点中间这个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安装的一个新主题。现在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时候里面它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等一会儿呢，我们再一点一点的来进行一个设计。接下来回到刚才这里，那这儿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多余的主题，把这几个主题把它删掉。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鼠标点击一下放大，这下面有个删除，确定删除，把它全部删除，点一个确定啊，留下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网站需要简洁一点，我们把不要的这些全部通通都给它删掉。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打开这个 Elementor， 这里相关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下面视频的一个描述栏里了。因为我们等一下呢，我们会用到这个 Elementor 的它里面的一些可视化的一些编辑器。那么有了 Elementor 之后呢，我们制作网站就变得简单了很多啊，我们只需要一拖一转啊，就可以设计出非常漂亮的一个网站。以往大家都知道啊，建网站可能需要代码，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 Elementor 的一个帮助啊，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制作一些漂亮的网站。那第一次来的话，我们这上面需要登录一下，点击右上角的一个登录。那么你可以选择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登录。如果说你是新用户的话，你可以选择在这个上面点击创建你的一个用户。那么这里注册登录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又回到我们的一个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点击左边的一个插件。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 Elementor 插件呢，把它安装到我们的网站后台。那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安装新插件。在这里呢，搜索插件后面输入一个 Elementor， 点击一个搜索。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Elementor 的话，它就是这样一个紫色的。这里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立即安装。那这里大家一定不要安装错误了。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是一个它的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已经超过1000万的一个用户了，做网站的了来安装过它，它的使用频率真的非常的高。那这说明它非常的好用。这里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先不启用，等一下我们安装完所有的插件呢，再一起来点一个启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在这里点一个搜索，一个 WPFORM。那这个是什么呢？它呢是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我们需要买家呢需要提交一些信息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表单插件，那就是这个插件。那么这里呢就是第一个可以看到它也是5颗星使用呢也有超600万的一个人安装它。接下来点一个立即安装。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安装一个插件，那这个插件呢它叫一个 WooCommerce。那它呢本身它是一个电商插件。那因为我们在 WordPress 搭建网站的时候呢，它呢是不具备一个电商功能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安装一个专业的一个电商插件。那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网站一个产品的一个销售。那不管你销售的是一个产品，还是虚拟产品或者实物的一个产品，都可以进行一个销售这里呢就一定要安这个 WooCommerce。这个也是一个紫色的，可以看到它有超700万的一个人呢在安装它。如果说你做的是电商网站呢，那这个插件是必不可少的。这儿我们直接点一个立即安装。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安装一个插件，那我们在这里搜索 PDF， 那就是这个插件。这儿翻译给大家看一下。那么为什么要安装这个插件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做虚拟产品的话，我们就需要用的这个工具。那它的主要功能呢，可以看到它呢可以为我们电商的一个订单创建自动发送一个电子邮件到一个 PDF。 有了这个插件之后呢，它可以自动把我们的一些产品的一个下载链接，具体的产品呢就直接发给买家的一个邮箱，它会往里面发送一些下载链接。我们再点一个立即安装。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一个插件它的名字叫愿望清单。那这个插件的话，它有什么用呢？那它呢就是可以让你的顾客保存并分享他们喜爱的一些产品。我们再点一个立即安装。 OK， 这里可以看到也安装好了。 OK， 那这里我们所有的插件呢都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回到点击这个已安装的插件。接下来呢，我们要全部给它启用。在这个启用之前呢，我们先要把这个 WooCommerce 呢先启用，因为可以看到这里呢，它上面这个插件因为缺少组件这个它是基于我们的一个 WooCommerce 的一个插件，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WooCommerce 呢先给它启用。我们点击这个启用来设置一下。 OK， 启用之后呢，它会带我们来设置一下。这里呢，我们就点击去设置我的商店。这里随便选这些呢都不是很重要。点一个继续。这儿名字这里你可以更改一下，根据你的品牌名称来为你的商店命名。那这里行业呢也可以随便选一个。地址这里要选一个。那这里中国你就选一个中国。那么你也可以选一个美国。填上你的一个电子邮箱，点一个继续。那这呢，它会教我们安装一些插件。那么这些插件呢，我们暂时不需要安装这里我们把这个里面的勾全部给它去掉。我们暂时先不安装，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呢，在这个
安装的过程当中呢，大概是需要1分钟左右。OK， 这里就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之后呢，这里呢我们先不用管它，我们直接回到左边这里一个插件。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启用我们的一个插件这里把它全部插件勾选。那除了这个缓存插件我们暂时不用，其他的插件呢我们就全部给它安装。接下来我们点这里一个批量操作，点一个启用。启用之后呢，我们点一个应用。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全部就已经启用了。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愿望清单，这个插件呢需要设置一下，我们鼠标往上挪，在这个最顶上安装新插件，这里可以看到。那么这里有一个按钮，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一下，运行这个设置的向导，点一下它。那这个呢也非常简单，我们直接点击一个下一步就可以。这儿给大家翻译一下，直接点 Let's Go， 这里也是点下一步。那往下拉，接着点下一步，这里继续点下一步，那么这里还继续点下一步，点下一步。OK， 到这里的话就已经全部设置完成了。我们点最下面的这个返回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那这个时候又来到了我们的仪表盘可以看到我们的仪表盘呢又出现了一些东西。我们同样点这个右上角的一个显示选项，把这里面的勾呢我们先给它去掉，我们要保持我们后台的一个整齐。 OK， 这里就全部没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鼠标回到左边，在我们的页面我们点一个所有页面，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的页面呢这里面有出现几个页面，比如说我的结账我的账户、商店、购物车、退款这些几个页面就已经有了。那么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安装了一个 WooCommerce 的一个电商插件它里面呢就会有这些。那可以看到我的账户页面呢，买家在下单以后呢，他可以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一个购买虚拟产品的一个信息，还会看到一个产品的一个下载地址账户详情等等。那么这儿可以还有一个购物车的一个页面。那这里面呢有2个页面呢我们需要修改一下。这下面一个是退款和退货政策，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是现在呢目前是一个草稿的一个状态。还有上面这个隐私政策页呢，它现在呢也是一个草稿。它就是什么是草稿，它还没有发布。作为一个电商网站，隐私政策和这个退货政策呢是必须要有的。那这个呢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功能。这儿我们可以点开来编辑一下它，把它发布。那点这个编辑，那这里直接我们就从新窗口给它打开。OK， 可以看到它默认的情况下来是一个英文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英文呢看不懂，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那这我们可以复制一下，点击个 Ctrl 加 C。这里呢我会用那个谷歌翻译，把它这里呢左边是英文，这边上面选择一个中文。OK， 这里翻译好了。翻译好了之后呢，再我们直接点一个右下角一个复制，回到这里我们再把它粘贴上来 ，Ctrl 加 V。OK， 那这里就全部变成一个中文了。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退款和退货政策。那这儿呢，大家最好是认真阅读一下里面的一个退款货的一个政策。这里可以看到退款退货政策有效期30天。那在这里呢，我们卖的是一个虚拟产品。虚拟产品的话，我们退款呢可能是不支持的虚拟产品是不支持退款的。那你后面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你支不支持退款，这个上面呢一定要写清楚大家一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更改一下里面的信息。那改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发布需要再确认发布一下。OK， 这里就发布成功了。那么这次我们可以再点下一个页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页面。同样我们要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我们先翻译下面，复制一下，那这里粘贴一下。上面这个我们也把它标题也给它翻译一下。这个就是隐私政策把它改一下。隐私政策这个里面呢也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去改写一下改好确认好之后呢，我们这里也可以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点这个 W 回到后台。OK， 可以看到现在呢它就不是属于一个草稿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发布了。OK， 那我们这个后台清理干净了之后，我们再来到这个 WooCommerce 里面呢，这里有一个设置，点击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设置一下店铺的一个地址。这里如果说你的网站稳定之后要做大，那这个地址的话一定是需要填写一个真实的一个地址。那我这里演示的话就很随意的填一个，你前期做的话这里也可以随便填一个。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往下拉，它这里有一个销售的位置，你要销售到哪里去，这里可以点击这里。这个里面呢会有几个选择，
啊，一个是销售到全部国家地区啊，一个是销售这里除了哪里不销售，这里是销售到特定的一个国家与地区。那因为我们销售的是一个虚拟产品，也不需要物流啊，所以我们可以销售到全世界去啊，我们就选这个就可以。再往下可以看到可配送的区域啊，这里可以点开看一下啊，这里我们还是选择配送的全部国家。如果你要选择特定的啊，那你也可以选择特定的国家。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启用税收功能啊，我们看一下，当你的网站做大以后的话啊，如果说你要卖到国外，那这个税收呢就需要启用一下。这里呢有一个启用税率和计算，我们把这里勾选一下就可以。那如果说你要销售到其他国家，可能就需要涉及到一些税收的问题。这下面啊，这里有一个启用优惠代码的使用，这里也可以勾选一下。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货币啊，一个币种的一个选择，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下。如果你针对的是全世界啊，你可以选择一个美元。如果说你只是针对中国销售的话，那么这个里面点这个三角，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去选择一个人民币。那么我这里呢选的就是一个美元哈，就不论哪个国家。这里改好以后呢，鼠标往下拉啊，这里最下面有个保存更改，我们点一下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顶上，这里来到税的这个页面，点击一下。那这里来教一下大家啦，设置一下。那么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附加税类，比如说这里呢，你可以自己设置一个，比如说你收个5%的一个税，你可以在这里呢把加进来。鼠标往下拉，这里保存更改。OK， 那这个上面呢，你就能看到这里呢，在顶上这里会有一个标准费率5%的一个费率。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点击这个5%的费率，点一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输入一个国家的一个代码，这儿点个在下方插入行啊，在这里我们比如说输入一个美国的一个代码 US， 因为美国呢，它每个地区的税收呢可能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谷歌啊，在这里搜索一个关键词来点击第一个进行一个查询，可以看到。那这个网站它会显示每个国家它的一个税率是多少。这里面呢显示都是它美国一些州的它的一个代码，它的省的一个代码。比如说这个华盛顿，它的一个费率就是 6.5， 那加利福尼亚它呢是一个 7.25 的一个费率。那每个地方可以看到它的费率都不一样啊，有高有低。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省的一个代码，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记下来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我们在这里输入省级的一个代码。比如说一个 C，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费率是 7.25。 配送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发货，我们就把这个勾给它去掉。这个费率呢，我们就写 7.25。 那你如果还想添加一个地区的话，在下面插入行点一下，那还是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话，它都有很多个州，比如说这里是一个 6% 的费率，那么你可以填一个 6%。那后面这些呢都不用填，把这个费率给它填好就可以了啊，这个勾给它去掉。这里呢可以直接点一个保存。那这儿的话，我们一个费率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就给它已经设置好了。这个配送啊，记得一定要把它去掉。这步的话大家也可以略过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你以前做的也不少，那也有可能呢涉及不到这些东西。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付款页面，因为我们销售的呢是一个虚拟产品，所以我们的网站需要付款。接受付款的话，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网站里面呢先安装2个插件。接下来我们还是鼠标回到左边往下拉，这里插件安装新插件。第一个我们在这个搜索插件这里输入一个 PayPal， 因为这个虚拟产品呢，可能全世界的人他有可能都能收到你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需要的产品支持一个 PayPal 付款，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里面呢来安装一个 PayPal。这里可以看到有2个 PayPal， 这个是一个 WooCommerce 的，那这个呢是一个 Payment 的一个 PayPal， 我们就安装这个就可以了，点一个立即安装。这里呢不要安装错误了，可以看到这个 Payment 的它呢是5颗星啊，已经有7万加的一个人安装。那这个呢可以看到它只有2颗星啊，我们要安装这个。接下来呢输入另外一个插件，那这个插件名字它叫 Stripe， 那这个 Stripe
它呢是可以支持一个微信付款、支付宝付款的全世界非常主流的一个银行卡呢，用它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安装这个。那么同样你也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 WooCommerce 的还有一个 Payment 的，我们还是安装这个这里是3颗星，这儿是5颗星，点击一个立即安装。这儿大家一定不要安装错了，不然的话后面你就会很麻烦。那这里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回到这个已安装的插件，点这里，接下来可以看到这2个插件，我们可以把它一起勾选，一起给它启用，点一个应用。那如果说你想在你的网站里面调用这个 Stripe， 因为它呢是支持一个支付宝、微信付款，或者说呢全球主流的一些银行卡呢，它都没有问题，都支持。但是前提你需要有一个 Stripe 的一个账号。那么还有我们 PayPal 的话， PayPal 付款呢，它也是需要一个企业的一个账号才可以绑定到这个网站上面来。Stripe 我们可以用个人来进行一个注册。那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注册一个 Stripe 的一个个人收款账号。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来到的就是一个 Stripe 的一个页面。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教大家怎样注册这个 Stripe。因为只有你有了这个 Stripe 的账号以后呢，你的网站才能进行一个收款。所以说呢，这一步呢，它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你是直接注册了，你是注册不了的，它不支持中国大陆因为它不针对我们中国大陆开发那所以今天这里呢，我会教大家一个方法技巧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注册，让它支持我们的一个中国大陆。它虽然说呢不支持我们中国大陆，但是它支持我们中国香港。如果说你有香港的一个身份证，那我相信呢，你也可以来注册一个 Stripe 的账号。但是呢，我想大家可能没有。那还有呢，一个香港的银行卡就可以直接来注册这个 Stripe。那如果说你没有怎么办呢？那么没有香港的银行卡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去办一个香港的一个护照。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护照来进行一个注册，也没有问题。如果说有了香港的护照的话，我们在注册的地址上面呢，就可以写香港。当它里面会有一个身份证，填写身份证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填入你的一个护照上面的一个号码。那办护照的话，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你可以直接去当地的一个派出所去办理就可以了。大概办的话，也就是在150块钱左右一个星期10多天的时间就可以拿到了，也没有什么门槛。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银行卡。那这个银行卡怎么解决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叫万里汇的这个平台。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了下面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去打开。那这个万里汇它是可以帮你生成一个虚拟的一个相应的一个银行卡，那你只需要用你的一个真实信息去这个万里汇的一个后台来去生成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演示怎么样去注册一个万里汇的一个账号。你这里来到万里汇的一个后台链接在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可以暂停区域先打开这个链接。这儿我们选择一个跨境电商，注册一个跨境电商账户。这里呢，建议大家选择类型的时候呢，选择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个账户的一个注册这里呢填入你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到注册方式注册所在地，你可以用手机号注册，那么也可以用邮箱注册。输入你的手机号，这里呢会收到一个验证码，在这里呢输入你的密码，有邀请码的可以填写一下邀请码没有呢，这里可以直接略过，点击这里勾选同意进行注册就可以了。那注册好之后呢，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万里汇的一个后台。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申请收款账号，点一下，接下来可以看到你的电商收款的一个账户。那么你需要用哪个来进行一个收款？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收款方式可以看一下。我们需要用一个Stripe来收款，所以呢，可以看到这里呢也有一个 PayPal 都有我们鼠标往下拉，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Stripe， 我们点一下。接下来呢，你收款请选择收款币种，这儿可以选择一个港币，这里呢可以填入你店铺的一个信息，点一个申请就可以了。店铺这儿需要填写一下，点一个申请 OK， 可以看到这里账户申请成功 OK。 申请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我的资产，
这有个港币，这里呢你就有了一个香港的一个账户。那有了一个香港的账户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 Stripe 进行一个注册。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这里的一个立即开始，在这里呢输入你的邮箱地址，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地址，输入你的全名。那比如说，那这里的一个名字呢都会用一个英文来写，姓在前面名在后面。这里填写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并且呢全部都是填英文就是你名字的一个拼音。这儿呢都需要一个大写，选择一个国家，输入一个密码。那么这里密码它有要求让你的密码要设置的复杂一点，这里勾选一下，然后创建账户。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会往你的邮箱里面发一个验证你的邮箱你需要打开你的一个邮箱。我这儿打开我的邮箱，那这里可以看到已经收到了这个验证一下邮箱，点击这个验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填写一些信息你的业务所在地你的商家类型，点击下一步，验证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详情你的一个法定名字你的姓氏呢，这里都是用英文。还有你的邮箱一个地址，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的一个家庭住址。那么这个地址呢，你可以写一个香港的一个地址这个地址香港地址呢，大家也不要发愁可以直接来到一个谷歌在这里有一个香港地址生成器我们可以直接点这个地址生成。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就是它已经有了，这里点一个生成，这就是一个香港的地址，我们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里呢填一个手机号码。那么这个号码如果是中国的，你点这里选一下中国的一个号码。上面的法定信息一定要如实填写。这里呢就是社会保障号码，那么这个呢输入你的一个护照上面的一个号码。那这个呢一定要如实填写因为后面的话它要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认证。接下来我们点一个继续，这里呢选择你的一个行业，可以看一下你是哪个行业的，你就选哪个行业。这呢你可以把你公司的一个网址填进来。这个产品描述呢，你可以简单的描述一下你的一个生意，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的。填好之后我们就点继续，这里一定要填。那接下来呢是一个为客户添加公开详情的第一个对账单描述符务，这个呢就是你收款的时候显示的一个名字。那么这儿有一个客服电话你可以这里选一个，把它选成一个中国那如果说你是在美国，你也可以选美国，填上一个相应的一个号码。接下来呢是一个客服的一个地址这里进行填写一下，之前也填过了，点一个继续。添加你的一个银行账户以接收提现你需要提现呢是指从Stripe向你的银行账户转账，关联你的一个账户无缝接收转账。那你可以在这里搜索你的一个银行，那么这里也可以改为手动输入你的一个银行信息这下面也是有的。如果这上面没有的话，你可以选择手动，点一个继续这里需要一个2步验证你可以添加一个安全的一个密钥。那么这还有一个显示额外的选项你可以使用短信，这儿的话你可以直接点一下，这里输入一个手机号就可以了我这人想使用短信，那么这里呢它就会叫你填你的一个手机号码。那么后面2步呢就非常的简单了，大家直接按照它的一个顺序去完成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注册好了，我们就来到了这个Stripe的一个后台。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注册进来的话，它还会叫你扫码，找一下你的一个脸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认证。那你根据它的要求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填写就可以了。我们很多朋友刚刚开始的话肯定是一个测试，我们鼠标看到这个最顶上，我们这里把这个模式改为一个测试模式。那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只是测试，在我们点击一个余额，在这个余额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设置，在我们点一下这个设置。那这个设置里面呢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付款，我们可以点一下，我们点这个支付方式。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它支持一个银行卡，支持一个微信支付支持一个支付宝支付。那这些可以看到都没有问题，这些呢都看到这些都是全球流行的，这2个呢是在中国非常流行的。这儿还有一个 Like 这个呢也是全球流行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册这个Stripe它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支持我们的一个微信支付宝。我们做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独立站，全球的一个商业的话，那这些支付方式呢，那它真的非常的重要。前期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呢给它打开。当你的网站呢真正开始运行之后呢，那一定要记得把这个测试模式可以给它关掉。
我们现在呢只是一个测试啊，这个我们就先用测试模式。如果真的上线啊，这个地方我们是需要给它关掉的。那么这里呢，我们Stripe的一个收款账号注册好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来到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面的一个设置。这里呢，我们找到这个付款，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那么这里 PayPal 啊，这又在这个信用卡上面，我们也把它打开。那这个 PayPal 的话，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因为这个 PayPal 的话，它要连接到 PayPal 的一个企业账号。那鼠标往后面来，这里有个完成设置，我们点进来。这儿我们点这个 API， 这是一个 API 的一个设置，我们点一下它。那这个 API 设置的话，它里面是需要，我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这儿呢，我们需要点这一个点击连接，那它呢会自动的连接到你的一个企业 PayPal 账户。那这里呢，一定要有一个企业的一个 PayPal 账户啊，大家可以提前先给它注册好。注册好了，那么这里就可以直接连接。那如果说你是个人用户的话，你的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账号的话，那是连接不了的。那连接好之后呢，这下面的相关信息呢，它都会给你直接填进来。我们这里直接下面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鼠标往上面，我们再点这个付款。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Stripe的一个付款，点在后面一个管理，还是点这个 API。那么这里同样呢也有连接我们的一个账户。这儿呢可以看到它有两个模式，一个是测试模式，一个是正式上线。那如果说你是已经正式上线了的话，你就要把这里改一下，改成一个上线。那如果是测试的话，你就选择一个测试。这里呢点击一个去连接，这里点一个离开，这里点一个关联。OK， 可以看到我这里连接好了，连接好了，这下面它自动就把这些信息来给我填写上了。我们再回到上面，再点一个付款。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货到付款给它打开。为什么要把这个货到付款打开呢？因为等一下我们网站做好的时候呢，我们会测试的时候呢会用到这个。平时的话，这个货到付款啊，大家正式上线啊，一定要关掉，不然的话，到时候货到付款会非常的麻烦。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往上拉，这里有一个账户与隐私，我们把这个勾呢给它去掉。这里呢，我们只需要勾上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可以了。那这个启用访客结账推荐啊，这个也可以给它勾上啊，就勾上前面这4个。那这里是一个启用访客结账啊，在结账时启用登录。结账时，客户可以在下单前创建一个账户，在我的账户页面上啊，这几个我们把它开启，这儿点一个保存。接下来呢，这上面呢有一个高级，点一下。高级的话，再往下拉，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在这个用户协议这里给它加进来。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 PRI 啊，会跳出来一个隐私政策，我们把它点一下。这里呢，这个用户协议隐私政策就加进来了。鼠标往下拉，点一个保存更改。那这里呢，我们的一个收款呢就已经设置的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上传我们的第一款产品，来发布我们的一个产品。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那在这里呢，找到一个产品，点一个新增。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填上你要销售的产品的一个名字。如果不知道的同样啊，我们会用到 GPT 让它来帮我生成一个产品的名字。我会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语啊，我让 GPT 来让它来帮我写一下这个模板的名字，帮我准备5个网上销售数字产品网页模板，各行各业的一个网站模板啊，让他帮我写5个这样的一个标题。那你也可以根据你的一个情况来啊，给他一个提示语，跟你的一个产品相关的就可以。OK， 可以看到这里它就随机帮我生成了5个产品标题。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题呢直接复制过来，点击一个添加。接下来这个产品描述呢，我们也可以让它直接帮我写，让它给第一个产品啊写一个描述。这里方法都是一样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销售的一个产品来写啊，你给它一个相应的一个提示语就可以了。OK， 这个描述是写的非常详细的啊，但这里呢我用的是一个 GPT-4 的哈，那我这里可以再给它切换成一个 GPT-4。接下来呢，我让它给我写一下看，重新写第一个产品描述。可以看到第一个啊 GPT-4 呢写的就非常的简单，第二个 GPT-4O 呢，它呢就描述的更加详细一点。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啊，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GPT-4O 的话，目前是 GPT 里面最顶尖的一个模型啊，所以说它写出来的一个效果呢会更加的好。这里建议大家可以把你的 GPT 呢升级到一个 GPT-4O。怎么升级呢？我会把一个相关的升级教程啊放在描述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么这里接下来我们接着往下面填，这里一个简单的产品描述，我们把它加进来。右边的话，你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图片。
这儿产品图片的话，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准备好。我这里呢是已经生成好了。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推荐2款 AI 工具啊。我这里小鱼使用到的所有图片呢，全部都是用 AI 生成出来的。为什么用 AI 生成呢？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说你不管去哪个网站，不管去哪里找到的图片呢，它都是有一个版权的。那只有我们自己生成出来的图片啊，它是没有一个版权的，你可以放心的使用。那么一个绘图工具呢，就是一个 Leonardo AI。那点进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它每天呢会给我们150个积分啊。这里绘图也非常的简单啊，直接点进来之后，这里选择一个模型，这边选择一个张数，这里选择一个尺寸啊，比如说你要多大的尺寸，点一下，在这个上面呢输入你的一个提示语，这儿点击一个生成就可以了。OK， 可以看一下这个绘图的时间非常的快哈。这就是一个模板，那这个画出来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更多的推荐一个 Midjourney， 为什么推荐 Midjourney 啊？它的画质更高清，看一下啊，这里在浏览器中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比较到位啊，它的画质也是高清的啊，就跟我们是真实的拍摄出来的一个效果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它唯一有一个弊端啊，它是一个收费的，目前它是收费的。但是呢，它也是目前是市面上呢最好的一款 AI 图片生成工具。那很多人可能好奇它的一个收费的一个价格哈，它是大概是每个月在$20左右，那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0多、200多的啊，300多的都有。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那这里如果说你觉得它的官网价格比较贵的话，我这里在描述栏呢有放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合租的一个链接啊，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去购买一个来尝试。那大概的一个价格呢，也就在几十块钱1个月左右。我这里呢就用 Midjourney 呢来帮我生成了一些网页的一些模板。回到我们这个，我这里直接让 GPT 呢帮我写了几组模板的一个提示词啊，比如说是一个法律网站的一个模板。那我这里还会用的一个谷歌翻译 ，OK， 这里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那这里我们来到 Midjourney， 这里输入一个斜杠，点这个 image。我们把这个提示词给它输入到这个框里面，这里点个空格杠杠 AR， 输入一个比例啊，比如说我们要16:9的，再来一个版本号，直接点击一个发送。那么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些图片的素材来给它准备好。那这里面的这些图片的话，它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版权哈。那还有呢，这里呢，如果说你没有一个 Midjourney 账号，Midjourney 账号呢，你再去购买了它的一个Midjourney 呢，它就会给你一个账号啊，你直接自己下载一个 Discord， 因为这个 Midjourney 呢，它是运行在这个 Discord 里面的啊，下载一个 Discord 就可以了啊。到这里面来啊，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可以搜索，进来之后呢，你就会在这里看到一个 Midjourney， 更多的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入门教程啊，绘图教程呢，我会在描述栏放一个新手入门的一个教程啊，有想学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其实非常的简单。那么这里都是一样，你把你需要的图片，这里这个是 Leonardo 画出来的，我们直接点一个下载。OK， 这里 Midjourney 你能看到它绘图的一个进展啊，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速度。这里好了，给大家看一下，点这个在浏览器中打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啊，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画质感。那这里呢，它是4张啊，每次做图是给我们4张，我们点这下面的一个 U1、U2， 把它直接给它放大。那每一张图片呢，它都单独给我们放大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点击放大，点这个在浏览器中打，这里点一个右键把它保存。保存好之后呢，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这里一个设置产品图片，我们点击选择文件，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图片都给它上传进来。接下来我们先选择一张我们的主图，点击设置。那么下面呢，你可以再多添加几张图片进来。点击添加，这里呢，我这里使用到的所有素材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会呢把它放在我的一个谷歌网盘里面，大家呢可以去下载下来，跟着我一起来实操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些可以看到，这些全是用 AI 生成出来的。那么产品分类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分类，比如说一些网站模板的一些分类啊，比如说一个企业网站模板啦，添加新分类。电子商务店铺模板的这些 OK 可以把它添加进来。那么这个是什么模板你就选什么模板。那这个比如说是一个科技网站模板 OK，
其实有了 AI 的帮助呢，其实我们真的能提高我们很多的一个效率哈。你有任何不懂的哈，大家其实这个 GPT 呢，完全可以去问它啊，它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知识库。接下来呢，一些产品标签，我让它帮我写，那这里我们就直接把它复制过，输入到这个里面就。那这些产品标签的话，它可以在 Google 里面啊，还会获得一些排名。所以说大家在写这个的时候稍微认真一点啊，我这里只是演示，所以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想这个标签。但这个标签的话，用 GPT 它就能帮我们写出来。那接下来左边的话，我们再来设置一下这个产品。首先这里产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产品数据，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单个产品。那么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虚拟产品，点击一个可下载。那这两个都要勾上啊，一个虚拟，一个可下载。那价格的话，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个，比如说我们卖一个99，我的一个促销价格的话是79啊。那这个79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优惠价格。再往下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可下载的一个文件啊，你这里可以添加一下啊，一个文件名，比如说文件名就是科技网站模板。那这里文件的一个地址啊，你可以输入进来，这里链接输入进来，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点一个选择文件呢，你可以上传文件，把你的链接地址呢，把你这些产品全部给它上传进来，上传到一个文件夹里面。但是呢，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刚才像那样去做。那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加大你网页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负担啊，会拖慢我们的一个网站的速度。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文件呢，先传到我们的一个百度网盘里面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百度网盘分享一个链接放进来就可以了。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的，我带大家来到的就是百度网盘的这个页面。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产品的一个链接，鼠标选中啊，我们点中这个往后啊，这里呢有一个分享，可以看一下，这有一个分享按钮，我们点击一下。那这里有一个有效期啊，可以看一下，它有1天、7天、30天。我们这里来一个永久有效啊，选一个永久有效。这里呢有一个分享链接自动填充提取码，我们把这个勾选一下，点击一个确定。那就是啊，当我们分享给他们的时候，它会自动填充这个提取码啊，就不需要再去操作了。这里直接点击创建链接。OK，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链接呢就创建好了，我们直接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 ，Ctrl 加 C 啊，回到这里，我们把这个链接就粘贴到这里。那粘贴到这里呢，一旦有卖家付款的话，它就可以看到我们文件的一个下载地址。下面的一些设置，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可以设置一个下载不限制。那么这里一个下载到期，我们这就是一个永久有效。再往下，如果说你是在国外，你可以把这个税收这里呢，可以选择一下税收，比如说点这里，你看一下你要收多少税。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个5%的一个税，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测试阶段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不需要啊。那下面这里有一个产品的一个简短标题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上面来复制一段，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啊。接下来呢，这边我们也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发布。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刚才上传的这个产品，这里有个查看产品啊，鼠标回到左边一点，我们点一下 ，OK。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上传的这一款虚拟产品啊，在左边这里呢有我们的一个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轮播图啊，我们上传了几张图片，这里可以看到啊，你选的一个啊，这里直接点击加入购物车 ，OK， 这里呢直接点击这里去结账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这个是虚拟产品，所以说这里它不需要多少件，一般呢直接买一个就可以了。那这个前面这个呢，这个就有一些多余，我们把它去掉。那这个怎么样去把它移除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产品数据往下，这里有个库存，我们点击一下，鼠标再往下滑，这里有个单独出售，这里每个订单限购一个商品，我们把这个勾选一下，勾选好了之后呢，这里呢我们再点一个更新，鼠标在左边这里有个更新，点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呢我们来刷新一下，点击这个左上角这有个刷新键 ，OK。那么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呢就只有一个加入购物车了，因为这个虚拟产品啊不需要销售多次，买一次就可以了。这里我们直接点加入购物车，这里呢我们直接就点这里啊，因为刚才已经添加过一次了，直接点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去结账，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来到我们的一个结账页面啊，可以鼠标往下拉，可以看一下，填写一下一些相关信息。那么这里呢它支持我们的一个 PayPal 付款，有3种付款方式啊。第一个是获得付款，那因为我们这里测试需要，所以暂时的先点开，后面呢大家是一定要把它关掉的。
那这里点一下呢，这下面有一个用银行卡来付款。我们刚才有添加一个微信和支付宝付款，但是这里没有啊，我们需要去把它打开。鼠标还是回到后台，我们点这个乌克莫斯，这里有一个设置，点一下，点击这里一个付款。那么鼠标往下拉，那这里我们找一下微信，这里面的付款方式很多哈。这儿一个 WeChat 就是我们的一个微信，这里我们把它打开。那这个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呢 AIEP，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支付宝，这里我们也给它打开。打开之后鼠标往下拉，这里看一下需要保存更改。我这里呢是一定要保存一下，不保存的话因为它不会生效。接下来呢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结账页面，还是点击这个左上角刷新键。 OK， 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到 PayPal 除了我们的银行卡，那多了2个付款方式，就是一个微信和支付宝。它已经显示出来了，那就说明了我们已经设置成功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付费产品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方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活动啊，会有一些福利啊，比如说给大家提供一个免费下载的一个活动。那么怎么设置呢？那鼠标还是回到后台，在这里点击产品，这儿选一个全部产品。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产品啊，我们就不用再从头去设置，点击这里有个复制，点一下 OK， 复制好了进来了，我们只需要把这里面来改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上面的标题呢我们来改一下，回到我们的一个 GPT 的一个页面，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医疗服务的一个网站模板啊，直接粘贴到这个标题这里，标题写一个详细的一个产品描述。 OK， 这里可以看到分分钟就写好了，我们直接复制一下，把它添加到这个里面来，这里直接改一下。那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小段，方法都是一样的，粘贴到我们的一个短链接这个里面来，短描述。那这边呢来设置一下啊，这个图片的话我们需要更换一下，删除之后这里点重新上传。我这里使用到的所有的一些图片全部都是由 AI 生成出来的。 OK， 这里上传一张，下面的也需要改一下，重新添加，按住这个 Counter 键，它是选中的意思，我们可以同时几张一起。这里分类啊，这个是一个医疗服务模板。接下来我们到这边来设置一下啊，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边要怎么样设置，让它处于一个免费下载的一个状态。那这里产品数据这里啊，这里点一下这个按钮，我们点一个外联关联产品，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产品链接。那么我还是拿我刚才的这个链接为例，这里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个情况来填写这个链接，我把它粘贴在里面。这个按钮文本我们就可以写成一个免费下载，上面是我们产品的地址，下面这里是一个免费下载。那这里弄好之后呢，就直接点一个稍等啊，我们这里把价格给它去掉，我们是免费的就不需要价格。 OK， 直接点一个发布。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这个查看产品，看一下。 OK， 那我们这里就设置成功了，可以看一下它的价格是0啊，这里有个免费下载。那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下一个免费下载，这里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给的百度网盘的这个链接，到这里来就可以直接点击下载。那这个证明呢我们是设置成功的。那这里啊，刚才它有显示一个0的价格在这里，那我刚才来这里直接把这个0给它去掉，点了一个更新，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它这里这里就直接不显示价格了，一个免费下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后面COM 的后面把这个后面去掉，然后输入一个 SHOP， 点击个 Enter 键，那它就会带我们来到我们商店里面啊。这可以看到目前呢这是我们上架的一些产品，回到我们刚才的后台，还是点击全部产品。那么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刚才的方法来复制上架我们更多的一些产品。这里呢你可以直接点这个复制，点击这个鼠标中间的这个滑动键，它就会在新窗口打开。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同时已经添加进来了复制了好几个产品。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来改就可以了，方法都是刚才一样的，我们直接用我们的 GPT 把这些全部给它写下来。这里我们需要一些产品描述。 OK， 那这里我就是让它把以下的模板每一个都写一个产品描述发送给他这里我们就直接先复制这个模板，在这里来更改。我们先把模板这里每一个都把它改一下。那这个呢属于一个批量操作了，就是说就没有一个一个去操作，可以加快我们的一个速度。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描述了。那这里把我们的一个产品描述，如果你觉得它不够详细，那么你还可以让它
写的再详细一点。那这儿我们就直接复制，方法都是一样的，把这里 OK 批量的改好写好产品描述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来这边改图片。那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把素材准备好。这儿呢，我让它再提供一个简单的描述啊，因为我要去生成图片啊。这个我用的是一个 GPT-4o， 你可以直接让它画图啊。那我让它直接给每个模板生成图片，因为 GPT-4o 它是有这个功能的。想要画质更清晰，也可以用 Midjourney。如果使用 Midjourney 绘图啊，这个教程我已经放在描述栏了，大家可以去看。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GPT 生成出来的图片，这个是美食的，直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下载，这个是一个医生的啊，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你要多少都可以让它给你生成。那么生成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这边改图片了。你先看一下啊，这个是一个企业官网模板。那先把图片添加好了，把这个分类添加好，把标签写好，这里呢就直接来选这个产品。那这里产品还是回归到单个产品，选一个虚拟可下载。这里价格的话还是要把它先设置好，弄好之后呢，这边就点一个发布。OK， 这里我们把所有的产品添加啊，可以批量的添加进来，看一下啊，这边我们已经添加了很多的产品在里面啊，这些全都是一些虚拟的产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结账页面看一下。这里我们随便点击一个，这里有一个查看，点一下，点了之后我们打开，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一个加入购物车那么这里我们就直接点这个加入购物车，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购物车里面这里我们点击这个去结账。那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我们的结账页面在这个里面呢，你填入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一个付款方式比如说一个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接下来呢，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一个添加优惠券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代码。那由于我们还没有设置一个优惠券我们现在呢可以带大家去设置一下。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鼠标往下拉找到左边的这里有个营销，这里有个优惠券，我们点一下。这里点击创建你的第一个优惠券，点一下，这儿呢就输入我们优惠券的一个代码。那你可以自己输入比如说我写个小于2，优惠15%这里呢你可以自己输入一个优惠券，那么你也可以点击这个还可以它自动给你生成一个优惠券的代码，点这个也可以这个是自动生成的。那么我更喜欢的就是我们自己输一个。下面呢我们也来设置一下可以看一下这里一个常规固定的优惠，固定的购物车优惠券，看一下它这里呢有3种优惠方式第一个是百分比，第二个是固定的优惠车，固定的一个购物车，第三个是固定的产品优惠。我们就选择一个百分比，这里输入个15%或者10%。那往下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优惠券的一个过期时间这里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间。接下来有个使用限制，这里也可以来设置一下，它比如说有一个最低消费多少不能说是随便买一点就能优惠我们设置一个，比如说一个199。那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个产品比如说你想用哪一款产品来使用这个优惠券也可以排除哪个产品也是可以。那再看一下这个里有一个使用次数看一下一个使用次数是不限使用每个优惠券的一个使用次数。这下面呢每个用户的使用次数，这里我们可以改成1每个人有1次机会可以使用。接下来呢这里设置好了之后呢，就点这里右边这里有个发布。 OK， 回到我们刚才的结账页面，在这里来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把我们的优惠代码给它复制过来，我们把它添加到这个里面，点击一个后面这个应用。 OK， 可以看到这里它就优惠了10%，优惠了12块。接下来呢鼠标往下拉呢，直接这里就可以去下单。这里如果说你想要知道你的产品呢能不能够下单成功，那么你可以复制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全部产品，这里呢点击一个查看产品。 OK， 这上面你可以复制一下这个产品的链接。那么呢你可以去一个无痕窗口打开，那打开之后呢，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它能不能够下单成功。如果的话成功的话，你的邮箱呢会收到一个信息有人下单成功，客户呢他也会收到一个信息他的邮箱也会收到一个
下单成功的一个信息。OK， 那这个就是一个优惠券的一个设置方式啊。当你学会了之后，有活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来设置这个优惠券。我们可以通过之前呢，小鱼儿有给大家讲过一个自动化邮件营销啊，可以通过像这个 GetResponse 这样的一个邮件营销软件呢，来进行一个群发。这个呢是专门的一款邮件营销自动化的一个 APP 啊，它可以帮我们群发邮件啊，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优惠活动呢，直接包括我们的一个优惠代码，直接发送给我们的一个客户。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我们的首页看一下啊，我们还是点击左上角 W 旁边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点中间这个滑轮的一个按钮啊，它在一个新窗口打开。那现在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个网站顶上啊，什么都没有，包括我们的一些菜单栏都没有。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呢来加一些东西，比如说加上我们常用的一些首页啊、博客呀、商店等等这些，我们把它加上来。那怎么加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后台，这里有个新页面，点一下。这里呢，我们可以输入一个首页，这儿我们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OK， 再回到我们再点这个 W 回到后台。接下来，因为我们建的这个页面有点多，需要建好几个页面啊，我们可以点这个新页面啊，多点几个，点鼠标中间的这个滑动键啊，它就会在这个新窗口打开。看一下，我们需要好几个页面，我们就从新窗口打开。接下来呢，这里输入一个联系我们，好了之后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这里呢输入一个博客发布，再点一个发布。这里呢，这儿输入一个关于我们，点击一个发布。OK， 这里发布之后呢，就把我们的这个窗口给它关闭。接下来呢，鼠标回到左边，往下拉这个外观，我们点这里有个菜单，点一下，在这里输入一个在这里选择一个菜单名称，选一个主菜单。那么这里主菜单下面呢，这里呢显示位置，我们点一个主要菜单，点一个创建菜单。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左边，这里有个查看所有。我们现在呢，把首页要显示的一些菜单栏的话，给它加进来。这里我们勾一个首页，关于我们博客，把商店也加进来，还有一个联系我们。OK， 然后这里点击一个添加至菜单。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就出现在这边了。那当然这里呢，它这个顺序不是固定的啊。比如说我们想要博客放在前面一点，那我们可以往上挪动，商店我也可以给它挪上去。可以看一下，商店也可以挪上去，顺序就是可以由自己来调换。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一个下面的保存菜单。那如果说我们很多人看到它的主菜单下面呢，还有一个子菜单，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来添加一个子菜单给大家看一下。还是点这个查看所有，比如说我这里加入一个退款退货政策，一个隐私政策，这里点击一个添加至菜单。那么可以看到这边呢隐私政策和退货退款政策已经加进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把它设置成一个2级菜单呢？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比如说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关于我们里面，我们直接拖动它到这个上面。这里呢，我们往后一点，不要往前，往后一点这个可以看到它两个没有对齐，往后挪一格它就是会出现在这个关于我们的下面。还有这个退款退货政策也是一样，我们跟它放到这里如果说我们是这样放的呢，它就是一个这样放的话，它就是一个主菜单，它就不是子菜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往后一格鼠标按住右键直接拖动就可以了，可以看一下。那它甚至还可以有一个3级菜单，看一下，这样放就是3级菜单，隐私政策下面的一个3级菜单我们跟它对齐。这里点一个保存菜单，接下来呢，刷新给大家看一下，点击左上角，这儿有一个查看站点，我们点一下。OK，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些菜单就已经加进来了，首页、博客、关于我们的子菜单看一下，关于我们的下面就有一个退款退货政策稍等，这个隐私政策我刷新一下看。那么可以看到关于我们下面就会有一个子菜单。那为什么一定要设计一个子菜单当然我们比如说你在卖服装的时候，你会出现男装女装比如说还有上装下装上装里面还会出现什么 T 恤衬衫，那这个就会有一级一级的菜单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涉及到2级菜单、3级菜单。
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学会设置啊，在这里学会设置了，后面的话你要设几级菜单都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的首页啊非常的空，什么都没有。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设置一下。那么在装修我们的首页之前呢，我们还要来到后台，我们需要先来设置一下，鼠标往下拉，在这里会有一个设置，设置里面有一个阅读，我们点一下。那有的人会出现首页会打不开啊，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设置。我们先把这里的页面的话先给它改好啊，比如说你的主页显示啊，就显示一个静态的一个页面。这儿主页显示呢，显示我们的一个静态页面的话，这里先选择成我们的一个首页，文章页就选择我们的博客页，点击这里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刚才的一个首页，刷新一下看啊，我们的首页就非常的空了，什么都没有。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设计这个页面啊，回到我们的后台，点击这里页面，点一个所有页面。那接下来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首页，这个首页就是我们刚才建好的这个首页。下面有个编辑，我们就点这个编辑，点击一个编辑，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上面有一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我们就点它。接下来呢，我就来教大家怎样一步一步的设计出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首页的一个样式。这个时候就来到了 Elementor 的一个编辑页面啊。第一次进来，我们要在这里把它点这个叉，把它关掉。那建议大家啊，在制作的时候呢，也不要着急，可以暂停下来啊，一定要跟上，一步一步的要跟上，你才能往后操作。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啊，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可以一点一点的跟着来做。那么这里有个加号啊，这个我们先把它关掉。这里有一个加号，我们点一下。这儿有个弹性盒，点一下。这里呢，我们点箭头向下的这个，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呢是加了一个容器进来。这个不难啊，大家跟着操作就完全没有问题。那在这个左下角这里呢，鼠标往这边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个添加元素，这里有个站点设置，这还有个结构，那结构就会出现在这里。我们随时都知道我们制作到哪一步了，就可以看这个结构，看这个容器。那么我们随时随地可以看到这个结构里面啊，就能知道我们创建到哪一个步骤了。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给这个背景添加一个颜色。这里呢，我们选中这个容器，点一下，在这边点这边样式，这里是一个背景。背景的话，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经典的，有一个渐变的啊，我们选择一个渐变的颜色，鼠标往下拉，这里颜色，这里我们点一下。OK， 这个呢是一个颜色，那这个次要颜色呢，次要颜色这里我们可以来选一下。OK， 那就这两个颜色，这个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排版啊，自己的品牌来设置这个颜色。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它都已经有一个色号了，这里你可以把它保存下来。鼠标往下拉，这里角度的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啊，这里角度可以看到是180，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个100，那它就是左右的一个变化啊，可以看到两边的颜色，这边颜色和这边颜色是不一样。这里就是你角度不同，那它上面显示的方式呢就会有所不一样。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一个网站的一个 slogan 啊，如果说这个 slogan 你不会写，可以直接交给我们的一个 GPT。 那这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语，我准备做一个付费下载网页模板的一个网站。 OK， 我们就把这个直接发送给他，如果一个不够，可以让他写5个，这个就不错啊。高质量模板一键下载，快速打造专业网站。 OK， 复制回到这里，回到我们的首页编辑这里。那么鼠标回到上面，这里有个添加元素，往下拉，这里有个标题，可以看到，我们把它拖进来，放到这个里面，把我们刚才的一个复制的这个口号给它粘贴进来。我们点击这个样式，让它居中，点击这个排版，我们在这里呢把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文本的一个颜色给它改一下。这里有一个文本颜色，看一下，这里呢我就给它改成一个黑色。我们还是点这个排版，那字体的一个大小，这里我们可以给它设置成一个40，看一下60，稍微大一点。鼠标往下拉，这里可以看到还有一个行高，这儿行高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70，可以看一下，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再来点击上面这个添加元素，我们再来添加一个2级标题，对我们这个上面的进行一个阐述啊。我们把这个文本编辑器给它拉进来，
放到这个下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回到 GPT， 那我让它再来帮我写，一个2级标题，主要是介绍网站资源的一些2级标题。 OK， 直接点击一个发送，再详细一点。不满意可以让它再重新写。 OK， 这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个，把这里给它粘贴进来。这儿我们还是点这个样式，我们要改一下这个文本的颜色，还是要给它改成一个黑色。排版这里再点一下，那这里我们还是选择这个文本，给它对居中，再点这个排版。字号的话给它稍微大一点，太小了，比如说20有点大，可以18、19啊，这个大小就差不多。那下面的话，我想在这里呢再加入一个搜索的一个窗口。这里我们还是点击这个添加元素，在这个左上角。那有的可能这里是9个点哈，你点9个点也会找到这个元素啊。我这里是直接它没有9个点哈，根据你的电脑的版本来看。那么这里我们就一直往下拉，这里有一个 WordPress 点开，往下拉，这里有个搜索啊，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啊，放到这个下面。 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搜索框。那么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它太长了，我们把它设置的短一点，点这个高级设置。那这里有个类句啊，我们先把这里给它取消一下。这上面我们给它设成一个百分比，这里点一下啊，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小的一个三角啊，这里面有好几个选择啊，我们就选择这个百分比。我们这个里面给它输入一个啊，左右的话我们设置一个25%。OK， 可以看到它缩小了。如果左右可以看我们刚才的话就非常的宽啊，这样就看起来就好看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面呢，再来给它设置一些小的图标，给它放进来。那我们还是点击这个顶上的这一个添加元素啊，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图标，是3条横线的这个图标，我们把它拖过来，放到这个下面啊。大家可以看到，放上面它会出现红色的杠，会出现在上面；那放到下面，它会出现在这个下面。我们不要放错了。这里有个布局的话，我们选择一个行类 ，OK， 可以看到啊，刚才是这样竖着的，我们点这里有个3个点，这里布局过来有3个点，点行类啊，它就横着排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样式，这里呢我们还是给它选择一个居中啊，对，它就跑到这个中间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这个图标，还有它的一个颜色哈，可以看这个字我们现在必须要设置看不清。我们点击这个下面这个文本。这里文本阴影可以看到下面有个颜色，这我们点一下，我这里还是给它设置成一个黑色。那这上面呢有一个图标，我们点一下，我们把这个图标可以给它显示的大一点啊，这里有个尺寸看一下啊，它会变得大一点。那图标的颜色可以看到这里也可以改的啊，比如说你想要红色也是可以的，其他颜色都可以。我这儿选个红色。接下来这里面的字我们也可以改一下啊，这里面字我们点这个内容。点这个点一下这个列表看一下，首先是一个列表1，我们把它输入一个电商模板。第二个下面的也可以改，这里改成一个 A 模板，下面这个也是一样，都把它改一下，改成一个企业模板。那这里这个图标也可以改哈，可以看一下你每一个点开，你点开它这里有个图标，看一下有个图标库 ，OK， 你可以改成这个，点这下面有个插入。那这个呢 AI 模板，这儿你也可以点第2个 AI 模板，你点了之后它自己会跳出来这里啊，图标库这里面很多，点完之后这里点一个插入，这儿还有一个企业模板，这里你也可以自己上传一个图像啊，你可以根据你如果说你有一些图标的话，你可以直接上传进来。 OK， 那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把这里可以看到有个箭头，我把它拉开啊，看到这两边呢，它显示在首页上面两边是空的哈，这样不好看，我们必须要把它给拉满。那我们再点这个三角把它放回来。那这个怎么设置呢？我们找到这个页面设置啊，在这个顶上这里。那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页面布局，我们点开，这里改成一个 Elementor 全宽 ，OK， 可以看一下两边就拉满了。我们可以把它往一边收回去看一下，两边就拉满了。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更专业。可以看到这上面呢，它字和我们的上面啊靠得太近了
我们把这个高度来给它调整一下。下面也是一样啊，它的上下的高度都不行，我们要来设置一下。我们选这个结构，它会跳出来，这里有一个容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容器，看一下，我们选中这个容器啊，在这边呢点这个布局，布局这里有一个最小高度啊，我们把这个 px 给它改一下，改成一个 vh， 这里最小高度的话，我们给它设置成一个70，看一下 ，OK， 可以看一下下面它变高了。如果想要让它再大气一点，也可以选择一个80，整个页面啊就变高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这个字体呢在上面，我们只需要再让它调整一下，让它居中，让这个字体往下挪一点。鼠标往下，这里有个主轴对齐啊，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居中 ，OK 啊，整个字体就已经移到中间来了。那么这个呢，我们的一个模板这儿，这个页面呢制作的差不多了，还差一个背景。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来添加一个背景。那我们这里还是选择这个主容器啊，我们要给我们的添加一个背景。选择主容器之后呢，点一个样式。那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背景覆盖，点一下。这里有个背景类型啊，这我们点一个经典啊，这里就可以看到，就选择一个图像。这儿的话我们就可以加一个背景进来，点一个选择。OK， 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它就出现了。那我这里是很随意的选了一张啊，你可以根据你这个网站的一个品牌来选一个背景，匹配的一个背景。那这我们要来设置一下，可以看到它这个背景的话，把我们的字体显得不是那么让我们的字体不是那么显眼了，所以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背景。我们往下拉，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定位啊，我们点这个三角，选择一个中心居中，这里有个背景重复，这里我们选择一个不重复。显示尺寸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覆盖。那么不透明度这里我们把它改一下，不透明度这里我们把它大概改成一个 0.01， 看一下，看不见了， 0.04， 还能看到一点点， 0.05那就看你想让它显示多少。如果说你让它显示的多一点，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数值调的大一点 ，OK， 这个后面它就会显示的多一点。这里让它显示一点就行。那么这样这个背景它就不是那么明显了。OK， 那我们这个模板的话就设置好了。这里我们点这一个隐藏面板点一下，看一下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效果非常的专业。那么建议大家做好一个模板呢，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发布，就相当于一个更新。这旁边还有一个保存选项。这有个查看页面，我们可以点一下查看一下。那这个上面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在手机端的一个样子，还是可以的啊。再看一下这个是手机端，刚才这个是平板端的一个样子。OK， 那我们这个第一部分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设置我们的第二个部分。那如果说你也正在想学习做网站的话，那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可以反复暂停一步一步跟着操作。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这样方便你能找到这个视频。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精选部分。接下来呢，大家接着跟着我一起来操作，同样还是非常的简单。我们这里点了一个添加元素鼠标这边往下拉一点，这里一个容器我们拖一个进来放到这个框里面。OK， 这里就已经添加进来一个容器。接下来呢，我们再拖一个标题进来还是点了这个上面的添加元素。这里标题拖进来之后呢，我们再拖一个进来，再拖一个文字点这个添加元素，在这个左上角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更新了之前呢这里是有9个点，但是更新之后它这里有些变化，变成了一个添加元素。我们把这个文本编辑器也给它拖进来，放到这个下面。这个里面的字我们给它改一下，点一下之后我们回到左侧栏这里来改。比如说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一个我选择一个高评分模板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精选产品。下面这段文字的话，我们也来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了。我们还是会用的 GPT 我让它给这上面这个几个呢添加几个简单的一个产品介绍。OK， 这里复制一下，我们把它这里粘贴到这个左侧栏这里。那这些可以看到我这里都是使用的一个 GPT 我这儿使用的是一个 GPT-4o 的一个模型，它可以识别各种文件，包括呢帮我们画图等等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大家也可以来用一下。没有的描述栏，有一个成品号的一个 GPT 啊，大家可以用一下。那这里字号呢，我们来改一下。首先这个高评分模板，先点击这里啊，你点完之后这边就会跳出来。这里我们点一个样式，样式这里面有个排版，点一下。排版里面字体大小，这儿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40啊，40这个差不多，或者说38。那下面这个我们把它改，还是选中之后点击这里一个样式，点击一个排版。这个字体的话，给它改成一个20或者18、19都可以。那么这个字体的颜色可以看到，它是这个颜色不太显眼。那文本的颜色这里呢，我们来改一下。还是给它改成一个黑色，什么颜色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你可以选，还是选成一个黑色。好了，差不多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产品加进来。这儿我们还是选择这上面这一个添加元素，在这个上面呢输入一个减码，这里减码就跳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它拖进来啊，拖到这个文本的下面。接下来我们要把这段代码啊给它复制粘贴进来。那这个代码的话，我会把它放在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去描述栏打开，然后把它粘贴到这里。OK， 你可以看到粘贴好之后呢，这边的模板它就直接跳出来了，它会自动的把这些模板添加进来。这段代码我已经放在描述栏了，大家可以去描述栏去打开。那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点击这里有个应用啊，把它点击一下。OK， 可以看到这里呢，直接这里呢。我们的一个高评分的模板就导入进来了。那这里如果说你想换一下，或者说你想添加一些它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模板里面来呢，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回到我们的后台找到这个产品，全部产品，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的后台所有的一个产品。那你想让它显示哪几个产品，我们可以在这个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5星精选，那么你这里可以把它勾上把它这个星给它把它点一下，点完之后可以看到这个5星呢，它就有颜色了。那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精选产品了。那这个呢，可以把我们主推的一些产品给标出来点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模板页面这里可以刷新一下看一下。OK， 可以看到这里就跳出来有6个模板了。这里可能看到这里看起来会有一点错乱那么这个也没有关系这个呢我们都是可以调整的。接下来我们可以鼠标回到左边，那这边我们可以来调整，可以看到在这解码这个下面呢，它这里有个行数这里是3，我们可以给它改成1。那你看到这边呢就可以只显示1个产品，那么正常情况下我们显示3个产品。那你想让它显示几个产品，你到这边左边这里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一个修改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后面呢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我们也可以改成一个分类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回到后台找到一个全部产品，这里一个分类看一下。比如我这里一个 AI 模板AI 网站的模板，复制一下来到这里，我把这个里面的字母给它改成这个。OK，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就显示的你的这个分类呢有什么，它就会显示什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来替换一个关键词在这里你想显示其他的分类，那也可以到这里来把这个分类名称复制一下去粘贴就可以了。那里面的标点符号可以看到这里面符号不要去动它千万不要去动它。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就这点左边这里有一个发布，我们点一下。那这个发布呢就相当于是我们更新的一个意思，随时随地呢我们要记得更新一下。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这个高评分模板和上面这个间距太近了这中间几乎就是靠拢了，这我们需要来调整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来调整它的一个高度呢？首先我们先点这里，可以看到上面这里有6个点，点一下。在这边呢可以看到有一个结构结构就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模型，是我们已经创建到哪一个模型来了。这里可以把眼睛先关一下，一定要找对找不对的时候你关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不在了，哪一个。OK， 那就这个。那我们再点一下这个6个点。不确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导航器把这个打开，找对了再去进行一个修改。接下来我们点这个高级设置，那这里有个类聚，我们来输入一下。但我们输入之前记得先把这个值先取消一下不取消就是说你输入一个它整个都变成这个数字取消之后呢，你设置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比如说这里我们这个上面离得太近了，我们可以改成一个80
下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它改成一个80。OK， 可以看一下上下它都有一定的间距了。80如果说你觉得还是太窄，你可以再高一点，比如说90。OK， 可以了。这个字改了之后呢，我们发现下面这个简单的一句介绍了，它又离这个上面这个字体太近了，我们也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高度。我们还是点这个选中这里，选中之后点这个高级，这里有个类距哈，我们再选一下上的话，我们把它移成个40。OK， 可以看一下啊，它上面就宽了这样看起来就协调多了。我把这个字给它取消一下啊，我刚才忘了没有取消，所以它连着一起都已经帮我们调整了。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下面还有这个上面给它稍微调整一下，这样子就可以了。主要是这个中间的位置给它调整一下。那这里好了之后呢，我们又点一个发布，发布在这个右上角。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样给这一段来添加一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怎么添加？其实主要我们就是要好区分一下啊，它这个纯白色这个底不好看。那我们还是先选中这里几个点啊，这里6个点，选好之后呢，点这个样式，样式这里面有个背景，看一下背景这里呢有一个颜色，这里有个颜色，我们就选一下这个颜色比如说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差距哈你想把它变成什么颜色我们就是稍微让它有一点颜色，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不搭哈，稍等我再重新调整一个颜色。我这里只想要让它有个浅浅的一个颜色就行，这个不透明度 OK， 就这样子有一点颜色。当然你们如果说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色彩搭配哈，怎么样让我们整个网站看起来更加的协调更加的专业。添加颜色主要就是让它有点颜色看起来更时尚更有感觉不然这种纯白色不好看。OK， 那这个区域设置好之后，我们也点一个发布。OK， 这里我们第2个区域看到已经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的下一个区域了。那么下一个区域的话，我们也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个区域。那这里有2种方法，第一呢，你就是选中这个模块，选中这个容器，这个主容器到这里复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点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有6个点鼠标移到这个中间，这里有6个点，点一下。这里我们点击一个鼠标的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到此对象下，点一下。OK， 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复制下来了。那么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有了和上面一模一样的一个区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里面的内容改一下，不需要的呢我们就把它直接删除。那就像下面这个减码，这个不需要，我们点右键这里有个删除，把它删掉。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字给它居中你鼠标点中这里的时候，鼠标回到这个左边，这里有一个对齐，我们点一个居中。下面这个也是一样，选中的时候呢，点一个样式，它就会有一个居中。那这个字呢，来改一下，选中这个模板之后呢，这边有一个内容，我们给它改成一个。这里呢，我需要一个标题这个时候呢，我也可以问 GPT， 我说的我的标题，我的模板很丰富非常多的模板，我应该怎么写？那它这里就直接给了我5个这样的标题，再写5个简介，模板的简介。那我这里就用一个海量模板，覆盖各类需求，多样化模板，丰富多彩的模板选择。我选第1个，到这边鼠标到左侧再来改。第2个也是一样，点这个内容。那么这里我们复制一个，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问 GPT。 OK， 我们就把这句话来给它复制过去，粘贴到左侧栏这里。那么这个字体一样的你如果不喜欢这个字体，颜色也好，大小也好，都可以改。这个颜色可以看一下，点这个样式，这里有个排版，这里有个字体大小，比如说我改成一个35。这个颜色的话，你可以文本的颜色这里可以看到比如说改成一个其他的颜色，在这儿改成一个绿色，或者说统一一个黑色那么这是这个背景颜色，我们可以看到和上面区分不开我们要把这个颜色也给它调整一下，还是点击这里6个点，这里有个样式，背景这里有个颜色，背景类型这里有个经典，我们点一下，点进来你可以选一下。那这里一个颜色你可以选一下颜色在这个下面可以看一下，颜色在这个下面。这里比如说我就想用这个浅浅的一个白色OK， 这里就让它跟上面这个颜色给它区分出来。
就用这个颜色。接下来呢，我们要设置一点图片，比如说我们什么模板有多少，什么模板有多少啊，表示我们的模板非常的多。那这里呢，我们就要显示一下我们的一些实例，我们有多少模板啊，这个区域来展示。那么接下来还是鼠标回到上面的一个添加元素，这一个容器我们先添加一个进来，第二排文字的下面，那我们再点击这个元素，再拖一个容器进来，放到它的里面。这里我们就拖进来了2个容器，可以看到一个主容器啊，一个子容器，在这里就能看到。接下来呢，我们再点这一个左边啊，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添加元素，这时候我们拖一个图像进来。OK， 这里啊拖进来一个图像。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显示啊，让这里显示一张图片。我们可以这里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去选择一个图片。这儿我们可以任意先显示一张，点击这一个选择。OK，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添加进来了。那么再回到左上角这里添加元素，这里拖一个标题进来，那这个标题就放到它的一个下面。OK， 这个标题拖进来了。这里呢，我们主要是要写我们有多少模板之类的。这儿我们改一下，鼠标回到左边，在这里面内容这个下面啊改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是 AI 模板。OK， 接下来呢，鼠标回到左边，再点一个样式，我们让它这里对齐，让它居中。接下来呢，我们在下面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模板的数量有多少，我们还需要一排文字。那这里点击一个，选中这个模板，点一个左键，点鼠标的，选中之后呢，点鼠标的一个右键啊，这里有个复制到此对象下，点一下。OK， 这里呢，我们就给它改一下啊，不是在这里改，到这里来改。比如说我们这个模板有4000加啊，就写上。那这个字体的大小我们要来改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先选中这个模板。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排版，点一下，那这里面字体呢给它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30。下面这个字体也是这样，先点一下，再来到样式，点一个排版，这个字体我们给它改成一个20或者25啊，这个大小就差不多。这个字体的颜色一样啊，比如说这个字体你想改它的颜色，这边有一个文本颜色啊，可以来修改。那我就用这个黑色，那这个也是一样的，你点中哪一个你就改哪一个，点中哪一个你就到这边来改这个颜色啊。比如说上面这个用黑色，那下面这个其实可以换一个颜色啊。这里文本颜色这里可以选择，可以改成红色啊，也可以改成绿色，改成蓝色也不错，就这个颜色也可以。这里后面要统一颜色，你可以把这个色号给它记一下。OK， 这里就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设置一下，我们来回到这个左边，这里有个结构，这里鼠标往下拉，这儿找到我们的一个这个容器啊，装我们这个图片的啊，还有这个标题的容器，先找到它。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眼睛 ，OK， 它没有了，就代表就是它啊，我们就找对了。那我们再来点到这边的一个布局，布局往下拉啊，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间距。那这儿呢，我们把它稍微改一下，改成10 ，OK， 可以看到这个字呢，它离我们上面的图片就要远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选中这个字，这里再点击一个高级，那这里有个外句，我们把这后面这个值连在一起，这个链接给它先取消一下。我们把这个外句呢，再来给它改一下，比如说我们改成个10 ，OK， 可以看到这上下的这中间的距离更宽一点了。那如果你觉得10不够，你可以选择15啊，中间稍微离得宽一点。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啊。每一步都非常的关键啊，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啊，你可以慢慢的操作，跟上每一步啊。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中间的这个区域呢，再给它复制一下。这里还是选中这个容器，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2个容器，我们点中间的这个容器，点击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啊，这里有个复制到此对象下，我们点一下。这里呢，我们再点一下啊，记得不是选外面这个，我们是选第2个。再点一下，复制到此对象下，可以看到我现在复制了3个，我们下面多了2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图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外面的主要的一个容器选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让它排成一排，我们需要再来设置一下啊。我们选中最外面的这一个容器，点一下，那这里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主容器。这个主容器里面有这些东西，选中这个主容器。那如果说你在这边找不准，你可以到这边来找啊，或者说在这边找得准，直接点选中之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布局。那布局的话往下拉，这里有个方向，我们就选一个行水平
OK， 可以看到它这里呢就直接帮我们排成一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两边的距离给它设置一下哈。我们还是选中这个主容器，选中这个主容器之后，我们点左边这个高级设置，那这里有个类距，我们先把这里给它调成一个百分比啊，把这个值取消。我们把左右来调整一下，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20%啊，这边太宽了哈，那就10%，哎，然后在左边10%。OK， 它就往中间啊，两边就宽了。如果你觉得10%还是两边太宽，你可以5%啊，这边也5%。OK， 这样的也可以哈。这样它离我们的两边呢就稍微有点距离，不能挨得太近。这里面内容我们可以来改一下。首先这个图片要改一下，这儿你可以很随意的，我这边是很随意的选一张啊。那这里选好之后呢，这个地方点一下这个数字，比如说这个。实用科技模板，这个数量也是一样的啊，这里可以改，比如说这里是5000加啊，这边也是图片，我们可以改一下。你选中它这边就会有啊，这边来改，这选中，这下面字体改一下，比如这个是在线咨询啊，数字点一下，然后6000加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那这些啊，我这里只是演示啊，大家可以根据你的一个网站的实际情况来改写。你的网站里面你有多少资源，你自己就来这个按照实际情况来写。OK， 这里呢，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我们可以把这个按钮给它隐藏一下，点一下。那我们就来大概看一下我们的网站呢，装修的目前为止就装修成这个样子了，还不错哟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设置下一个区域了。那这里的话，我们还是鼠标往下拉啊，这里有一个加号啊，可以看到，我们点一下这个加号。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弹性盒，点一下，这儿选择一个向下 ，OK， 可以看到这有添加进来一个容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把这个背景呢，还是给它背景的颜色给它改一下，我们这样方便区分。这儿我们点这里6个点，看到啊，这里有6个点，点一下。点了之后呢，这里有一个样式，我们看一下啊，这里有个背景类型，我们这里选一个经典。经典之后呢，点一下这里啊，就会出现你想要这个背景显示成一个什么样的颜色，你可以看一下。那么这儿我们只需要让它有一点淡淡的颜色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高级，这儿我们把这个类距呢给它稍微修改一下。我们先把这个链接这个值啊，可以看到每次它的值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它取消一下。如果你不取消，它这里面上下左右会同时给我们进行调整。我们先取消一下这个上下的话，我们给它改成100，上100，这个下我们也给它改成100。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变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返回顶上这里点这个添加元素，这儿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啊，放到这个里面。OK， 可以看到中间又加入了一个容器。我们再复制一下这个容器啊，点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长方形，点鼠标的一个右键，这里有一个复制，点一个复制。那么这里呢，我们点这个容器，这里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啊，复制到此对象下点，不是点这个，点这个。OK， 可以看到现在就有2个容器。那么我们接下来再选中外面的这个容器，点这个6个点，点这个6个点。点完之后呢，点这个布局。那么这里有个方向，我们还是点这个行水平。OK， 可以看到它2个呢就在同一个方向。那么我们把左边的这个呢先来改一下，点击选中这个容器之后啊，这里呢有一个左边这有个布局啊，可以看到。那这里呢一个内容宽度啊，这里我们就选一个全宽度。宽度这里一个百分比呢，你这里可以拖动它啊，可以看到你要想要大小都可以进行一个拖动。那么这儿我们给它调整到一个35%左右就可以了，或者30左右啊，35啊都可以。那我们再点这个，我们再点这个上面这个添加元素，我们拖一个文本进来啊，给它放到当里面显示这个粉色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放到里面啊。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在鼠标这边呢，可以输入一个最新产品。那这个呢字呢，我们也可以让它居中。那么这儿点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容器，点了之后呢，布局啊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居中。OK， 那它就放到中间的位置来了。那么这个字的大小我们也可以改啊，这儿我们就点这里后面有一个笔，点一下，这里有个样式，
这里点这个左边的这个排版，点这里，比如说字体的大小，如果你觉得太大的话，这里就改成个30或者40有点大，35就差不多。左边这里呢，我们就这个设置好了之后，下面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一排字啊，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想要写的字的话也给它打进来。那么这下面呢，我们可以给它来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它 GPT 啊，比如说网站的资源介绍 ，OK 啊，这一段我们可以给它复制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到这里，那我们在这下面还要给它加一行字，还是点击左上角这里一个添加元素的，添加一个文本编辑器进来，我们把它可以看到我们当这个粉色出现在哪里。那这个出现在上面呢，左边右边啊，有上面下面，我们把它给它放到这个下面 ，OK 就在这里了。我们把刚才这一段给它粘贴进来。那这个下面呢，我们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个按钮进来，还是点击这个添加元素，这里有个按钮，我们把它拖到这个下面 ，OK 可以看这里。那这个按钮这个文本回到左边，这里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查看全部产品。OK， 那接下来这边的背景颜色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我们选中这个容器，点击一个样式，那这里有个背景类型，那这次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渐变，它的主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儿我选一点这个搭配一点我们的这个颜色，还是选个蓝色吧，带一点蓝色的 OK， 这里带一点蓝色，下面这个次要颜色这里我们选一下，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这下面这个不透明度呢，我们也可以给它调整一下，可以稍微调一下。那这样显示呢就差不多了。这里面字体可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笔，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字体的颜色，我们也可以给它改一下。文本颜色这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白色。OK， 接下来我们还是选中这个容器，这里可以看到它两边的字呢靠着我们这个边缘太近了，所以我们这儿要来调整一下它。那选中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高级这里有个类句，我们先把后面的字给它取消一下。每次记得点一下这个图标啊，不然它会一起改。两边靠得太近了，我们把左右这里类句给它设置一下，比如说一个20，右边左右都是20。OK， 看一下啊，这两边就宽敞了，就不会那么拥挤，已经靠着边了。那这个按钮的颜色你想改也是可以的，我们点击它一下。我们这里点这个样式，这儿有一个背景颜色，那么这里有个背景颜色，我们来改一下，选择这个经典啊，经典的下面这里有个颜色，我们点一下这个，比如说你想给它变成红色的，看一下啊，这里变成红色的啊，变成白色的也可以啊，看一下。那这下面呢还可以调，你也可以给它变成这些颜色的，你要搭配起来看比较显眼的一个颜色。那我觉得这个黑色就可以，这个颜色就可以。接下来这边左边有了，右边还是空的，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右边。右边的话，我们就是直接调用我们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点击上面这个添加元素，啊，在这里面输入一个减码，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减码，我们就把它拖过来。那拖过来之后呢，我们在这边呢就把这个减码呢给它粘贴到里面。这儿这个解码的话，我会把它放在描述栏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描述栏里面去复制啊，复制把它放进来就可以了。OK， 可以看到啊，这里代码呢输入好之后呢，那我们这边呢就已经完成了。看一下，那我们的这个最新模板这一个区域呢就已经制作好了。这边我们把这个隐藏面板，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首页的一个基本情况。那如果说你的产品不是很多的话，那这个首页的话，我们就这样简单的设置一下就行了，不需要搞得太复杂。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全部产品，查看全部产品，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呢给它添加一个链接。这里我们把这个点开来，这里我们先点一个应用更新啊，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回到这个仪表盘，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这里我们还是点这个查看站点。从新窗口打开，这儿有个商店，我们把我们商店的上面地址网址给它复制一下，来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点击这个查看全部产品。那这里来选择一个内容，那么可以看到呢，下面呢这有个链接啊，我们就可以把它链接加到这个里面来。这下面呢链接选项我们看一下，我们点一个在新窗口打开 ，OK， 这里呢点一个左上角一个发布更新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点一下这个查看所有产品。
好，我们从首页这边来看，先点到我们的首页，鼠标往下拉，点查看所有产品。这我们点一下啊，感觉这个地方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啊，没有关系，我们回来看一下。那还是使用 Elementor 回到这个页面，把面板给它点出来，这里点一个查看这里全部产品，这里有个笔可以点一下啊。那这里呢，我们明显这里多了一个井号，我们把这个井号给它去掉，重新粘贴一下，在新窗口打开，这里点一个更新。接下来我们再刷新来看一下，这儿刷新一下，鼠标往下拉，点这个查看全部产品。OK， 这下就对了哈，它来到的这里可以看的是商店，来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商店。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哪怕你这里啊有一点点没有弄好，那它都会出现打不开这个链接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可以看到这里来，当有人点击这个查看全部产品的时候，它就会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商品页面。那这就证明呢，我们就已经添加成功了。OK， 看一下啊，那我们的这个页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设置我们的另外一个板块，那么就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关于我们的页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我们的页面呢，它里面会有我们的一个团队，还有我们的一些客户评价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后台啊，回到这个仪表盘啊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这里有一个页面，我们点击一下。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编辑它，我们点这一个编辑，这里啊，我们点这个上面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 ，OK。那这次的话，我们也不需要从头开始设计啊，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刚才的首页的复制过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这里呢，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首页这里来啊。这里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容器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容器，我们可以把它关一下。那如果显示不在了，那就证明那就是对的，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这个结构容器里面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这里有个复制，我们点击一下。接下来呢，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好，我们就到这里来，到这个区域来啊，点击一个鼠标的一个左键啊，点鼠标的一个右键，它会跳出来一个粘贴，看一下，我们就把它粘贴一下。OK， 看一下，它就已经粘贴出来了。现在有出现一个问题啊，我们粘贴过来的呢，它没有显示一个两边它有空白啊，没有全宽。那这儿我们要来设置一下。那这个设置按钮呢，它是在我们的一个看一下啊，在我们的顶上啊，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版本。之前呢，它是在这个左下角，现在新的版本是在这个顶上。点击一下，这里有一个页面布局默认啊，我们这里点一个全宽 ，OK， 没有问题了，两边就是全部拉满了整个区域啊。现在呢，就是一个全屏的展示。那把中间的有一些不要的部分呢，我们这里可以把它删除啊，比如说这个搜索我们就不需要，我们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啊，这下面就有一个点击删除。那这个下面这个我们也不要点啊，选中它，先选中，选中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出现了一个粉色的一个小方框，这里有一个方框，看一下，我们就点一个鼠标的右键啊，最底下这里有个删除，没有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上面改一下，就改成一个关于我们。那下面呢也是一样的啊，改成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描写。那这里如果说不会的话，同样我们还是要用到我们的一个 GPT。那这里要用到我们的一个 GPT， 那这儿我就直接让它帮我写一个关于我们的信息，这里点击一个发送。GPT-4o 的话，它处理是很快的，而且它可以直接给你画图啊。还有没有 GP 账号的哈？描述栏呢有一个便宜的一个成品账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OK， 这关于我们写好了，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直接粘贴到这边来啊，在左侧栏这里。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有点复杂了，我们可以稍微简短一点。OK， 我们把这里面下面的这些给它删掉啊，简短一点。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点击一个 Shift 加 Enter， 给它换个行啊，中间甚至可以给它把它再多空上一个啊，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好看一点。这里现在啊，它这个不是主页啊，这个就稍微会有点宽了，这个那上面也很宽，可以看到下面也很宽。我们这儿来把它变得窄一点，设置一下。还是回到我们这边这个容器这里，找到这个容器这边这个布局啊，布局这里有个最小的高度啊，这儿80，我们给它改成个60啊，这个60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里面字体的颜色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改的话，这里有一个样式，看一下，这里有个文本的颜色，点一下。比如说你想把它改成白色也是可以的，可以改成一个比较显眼的颜色。OK， 那我这关于我们这个上面这个板块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第二部分，关于我们的一个团队。那这个部分呢，方法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同样我们也不用从头开始做，我们就可以去复制哈。来到刚才的这个页面，我们复制哪一个板块了？这个很重要。接下来看一下，那我们就是复制这个板块啊，这个板块这里有一个6个点，看一下啊，或者说你呢在这里可以找到这个容器看一下。那如果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可以把这个眼睛给它关掉。OK， 再打开，那么这个区域没错啊，我们就是要的就这个区域，找到这个6个点，点一个鼠标的右键，这里有个复制，我们点击一下啊，再回到刚才这里，我们到这个页面这里点击鼠标的一个右键，点一个粘贴。OK，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就把它粘贴下来了。那么接下来这个字呢，我们给它改一下，鼠标回到左边，这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精英团队。接下来呢，这下面我们也可以来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还是用 GPT 这里我们的团队介绍一下。那这里我们复制一小段就行了，不用那么长，把它在左边这里粘贴一下。那么这个太长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它分一下行。解决方案这里我们给它一个 Shift 加 Enter 哈，它就可以直接换行。中间呢，你如果 Shift 加 Enter 再按一下，它中间就会空一个，看一下。如果不想让它空呢，就直接删除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图片改一下，我们选中这里有个笔，点一下。OK， 这里有个选择图像，我们的团队肯定是里面的一些人啊，我们这儿直接把这个人选择进去。我们先把人给它，把图片先给它替换掉。那这儿如果说这个图片你不喜欢啊，非常的简单，找 GPT 帮我生成3张美女团队成员的图片，非常职业的，分别生成，比例是1:1。OK， 这儿我就让它帮我生成一下。这个是 GPT-4o 啊，它就有一个生图的一个功能。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 Leonardo 也是可以的，你也可以选择用 Midjourney 绘图，其实效果是更好的。那如果说你其他没有，那你可以直接把你的 GPT 升级成这个 GPT-4o 啊，它就可以直接画图。这个效果可以看一下，这还是非常不错的。这儿我们直接看到这里右上角这里点击一个下载。那我这儿让它再分别介绍一下，写一下名字和职位。OK， 这3张图片复制一下。你这里可以选择一个 Counter 键，然后它就会按住它，你可以把你需要的几张图片全部上传进来，点一个打开。那这儿我们就直接选择。这比例不对啊，这里你可以换一张，你可以看到它的比例明显就小了。下面的这里改一下，比如说它的名字，选中之后到这边来改。那这是它的名字，下面改一下，这是它的职位，这个 GPT 都能帮你搞定。这里呢，比如说是写成一个，那这里呢我就随便改了。比如说他的职位呢是市场总监，那么他的职位呢是产品经理。OK， 那我们这部分呢就已经制作完成了。完成之后随时记得点一个发布。OK， 中间这个区域做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制作下一个区域。下面这个区域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户评价这个区域。我们接着往下，这里呢，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做，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就可以了。点击这个上面，这里有6个点，点一个鼠标的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点一下。OK， 这里就复制下来了。这上面这个颜色为了区分呢，我们还是给它背景呢添加一点颜色，还是点这6个点。点了之后呢，这里有个样式啊，这里有个背景，看一下。点击这里选一个颜色 ，OK， 这里稍微有点颜色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编辑这个区域。那下面这个内容的话，我们不需要，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个图片这个区域给它删掉。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哈，这下面有个删除，或者我们选中这个区域啊，点一个右键删除啊，那么就把整个去掉了。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文字来给它编辑一下。点到这里啊，鼠标点中这里，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改一下顾客评价。OK， 下面这里呢也可以来改一下啊，我们这里可以直接让 GPT 帮我们写一个客户评价的一个简介。OK，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复制哈，不需要太复杂，就复制一小段就可以了。我
我们把这边来给它改一下，分个段落啊，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字体呢啊，这个客户评价这个字体啊，你想要更改一下它的位置，它现在是属于居中的。你如果说想要改，选中它之后呢，点这个样式，这里有个排版，点一下。排版的上面啊，这里有个向左，你可以给它放到左边，也可以给它放到中间啊。你这个看你自己怎么操作。那这个呢，可以给它靠左，这个呢，我们选择一个样式呢，也可以给它靠左，都靠着这边的一个区域。那么下面呢，我们需要放一些客户评价。接下来呢，我接着教大家怎么制作。大家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可以放慢速度啊，你可以反复看，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留言。我们点击这个最顶上的这个添加元素，那这里我们这里我们添加一个容器进来啊，点这个容器啊，把它放到这个简介的这个下面。我们再点这个上面的一个添加元素，这里呢，我们再添加一个容器进来，放到它的中间。那再点击这个上面的一个添加元素，我们在这个上面搜索一个推荐信。OK， 这里看到了这个推荐信，我们把这个推荐信呢给它拖过来，也是放到这个中间。那这里面这些信息呢，我们需要填写一下。那这里有一个头像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图片进来。那这儿呢，就是一些客户的一些图片。那么你如果说没有一些客户的图片怎么办呢？可以用 AI 来生成啊。可以看到这里呢，我直接让这个GPT 帮我生成了几个客户啊，这个评价的一个顾客。那这里呢，你除了可以用 GPT 的话，那可以看到你这里呢可以给一个相关的提示啊，一位来自大公司的高管年轻男士穿了什么衣服，怎么样的啊？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后面给它去掉。我们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我们还可以用 Midjourney 来生成图片，把我们刚才的链接放到里面。这里点一个AR， 选这个16，选择1:1吧。这里一个-V 版本就是 V6。那为什么会让大家再用一下 Midjourney 呢？因为 Midjourney 我个人比较喜欢，因为它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图片呢，非常的高清就像是真实拍摄的一样这个效果真的非常的棒。那这里呢，喜欢哪一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女生可以点一这个喜欢哪一张就把哪一张放大。比如说这个 V1 对应的是第一张，我给它放大一下，还有最后这一张 V4 这个读 U4 不是 V4，纠正一下。那这个也是一样比如说我要这个人他是我们的一个客户我点这个 U1 给它放大。接下来我把它保存一下点鼠标点一下把它放大，在浏览器中打开，点击一个右键可以给它保存。需要的图片呢，我们都给它保存在同一个文档里面。看一下这个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如果不说没人知道这个是 AI 生成出来。我直接给它保存一下。这些图片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OK， 全部给它保存。那我们就在这里来点击一个上传文件，点击选择文件，你可以把这些需要的图片全部给它上传进来。这个是我们刚才生成的，点击一个 Counter 键它就可以按住它，也可以选其他的。选完之后点这个打开。OK， 这里我们就可以上传一张图片进去。那么这里可以看一下呢，这个人物呢就已经添加进来了，图片添加进来了。那这儿呢，我们选中中间的这个区域中间这里一个纸容器外面是总的一个容器，我们选这里可以点一下。在这里有一个样式，里面有个边框，我们来改一下。这里一个边框圆角，我们把它改成一个，比如说改成一个18。那现在看呢，这里是没有什么变化。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合阴影，这里后面有一个笔，我们点一下。这里模糊了，我们把它改到一个30。扩散的话，我们给它改成一个-10。OK， 现在呢，那这样呢，可能你还看到这外面这个虚线呢，外面的这个线长方形的这个线很明显。我把这里给它收起来，隐藏面板，看一下它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我们再点击这里鼠标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三角点一下。那这个就是它一个边框的一个样式。那么我们再来复制2个，这里呢可以还是选中中间这个容器我们点一个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我们在这里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再复制一个。OK， 看到我们这里复制了3个。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选中这个主容器啊，这个是里面可以看到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子容器，我们选外面这个主容器，点一个样式，点一个布局，点布局，这里方向我们选一个航水平 ，OK， 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它就帮我们直接对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接着设置，我们点这个第一个容器，点一个容器啊，点这个里面的子容器，点这个高级设置，来我们来设置一下它，可以看到这里文字啊靠得太近了和这个线，我们把这个外距先来给它设置一下，比如说我们就给它改成一个20。那这个内距的话，我们先把后面这个值先给它取消。这个上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个45，如果太高了就40，其他的话我们就给它改成一个25。这样的目的是让它这个字呢居中啊，可以看到它上下左右的距离都是差不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右键，我们选中这个里面的子容器，点一个右键，选一个复制，我们这个来点一个右键，这里我们点复制样式啊，这个也是一样，点一个右键复制样式 OK， 那它这3个就是一样的了。这样一排啊，它显示的就有点少啊。我们的一个客户评价呢，我们可以再复制一排。那第二个就简单多了，我们可以把整个给它复制下来。同样我们点外面这个主容器，点一下，点了之后点一个鼠标的右键，这里有个复制到此对象下，点一下 OK， 可以看到现在就2个就出来了。这里我把这个收回来看一下，那大概呢我们这个客户评价区域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需要改一下它里面的一个内容和图片，这里面因为我们是一模一样的啊，这里图片都需要改，把这个再打开。第二个要改，你点一下啊，这边就会出现啊，可以去改一下。先把图片改好 OK， 这里图片改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改里面的文字了啊，这上面是内容，那它的一个评价内容啊，那我这边呢也没有自己想啊，这边直接就用，那这我就直接让 OK。 那看一下啊，这里呢我们所有的图片就已经更换完成了啊，每一个图片只要你点一下啊，这里就可以去替换啊，可以选择图像，每一个都是一样。那么你想直接删除了之后呢，重新去上传了也是可以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换里面的文字了，看一下我们这里选中第一个，我们把评价内容给它粘贴过来。那这儿评价内容呢，可以看到我都是用 GPT 生成出来的啊。我这边直接给他说我需要6条客户评价，那这里呢他就直接帮我写出来了。复制一下，这里粘贴一下啊。第二个也是一样，来看一下。第3个做起来还是非常之快的哈。这是第4个，最后一个。那这个评价的话，你如果说你的产品有一些相关的评价，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去用哈，就不用这个来生成。有真实的评价也可以放上去。OK， 接下来这里名字也是可以改的，比如说这里它的一个名字叫什么，看一下 GP 这里都有啊。这里是李先生，他的职业是什么？可以看一下，一个电商创业者。再继续，张女士，企业主。下一个方法都是一样的哈，这个直接去改就好了。下一个，那你先选中啊，这里因为担心是一些新手啊，可能有的地方太快会跟不上啊，这里你就先选中这个区域。那在左边可以看到它就会跳出来，那你鼠标往下拉一点，这里就有一个名称啊，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名称这个位置啊，这里直接改就可以了，挨个来改一下就可以了。那你改完一个就选下一个，创业者。OK， 那这里所有的就已经完成了，我把这个隐藏起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就已经制作完成了。接下来把这个还是需要把隐藏面板给它打开，点出来。点出来之后呢，这边全部好了之后，我们这里点一个发布啊。以前的版本呢是这里是叫更新啊，在这个左下角，现在是在右上角再点发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到我们的另外一个页面呢，来设计一下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那联系我们的页面呢，一般啊之前都有做过的都知道，我们里面的话大概会有一些表单之类的啊，图片加表单，还会放上我们的一些联系方式。接下来我们还要回到我们的后台哈。后台的地址啊，一开始给大家讲过，如果说你
没制作完成之前，你可以把这个地址最顶上这个地址首页的地址后台的地址把它保存下来，每次制作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用这个链接来打开，点击左边的这个页面，点所有页面，这儿来找到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这里有个联系我们，点击一个编辑，那么这上面有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点击一下 OK， 那看到这里面现在是空白的。那这个呢，同样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做，我们还可以去复制来到刚才的这个页面，我们把这个复制过去就可以了。还是找到我们的结构这里我们的一个结构，在中间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设置页面在这个顶上这里有个结构，在左上角怕的就是朋友们找不到这个按钮在哪里，在左上角。如果说你不小心在这里把它关掉了，那你可以来到左上角这里，第3个就是一个结构，点一下它就出来了。因为我们要确定它的是哪一个区域，回到最顶上，这是我们第1个容器。我们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个眼睛关一下 OK， 它不见了，那就是这个。我们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这里有个复制，点一下来到刚才这个页面在这个里面呢，把它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把它粘贴一下 OK， 那这里就粘贴进来了。这里还是一样可以看到它两边没有全宽两边会有空白。我们还是点击这个设置顶上这里看一下，鼠标往上拉，在这里页面设置，这儿一个页面宽度，我们选择一个 Elementor 全宽 OK， 看一下这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把这里改一下把这个关于我们改成一个联系我们。那下面呢，我们也还是让 GPT 帮我们写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帮我写一个联系我们的信息，点这个发送，直接把这个上面这个复制一下，联系我们，不满意重新写一个联系我们的简介 OK， 那这里就已经出来了，复制一下。那在这里来改选中之后在左边改 OK， 这里就改好了。接下来在后面这个背景我们刚才用过，那这里想换也是可以的，不想换呢直接用这个比如说你品牌的一个图片你不想换，那也可以选择不换也可以换。那换怎么换呢？我们还是鼠标回到左边这里结构回到右边这里结构看一下选择这第1个主容器，这里有一个样式这里有个背景，看一下背景，这里有个背景覆盖这里面就可以点击选择图片这儿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图片，点一个选择 OK， 看一下我们后面就大概换了一下。那么你可以把你的品牌的一些图片可以换进来，换好之后这儿我们还是点击一个发布。接下来呢，我们制作下一个页面，我们鼠标回到这个左上角，点击添加元素，这儿点一个容器把它拖过来，拖过来之后呢再点9个点，这里不是9个点念错了，这里是一个添加元素，点一下，这里我们再拖一个容器到它的这个里面来。那么这里我们再点击这个添加元素，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进来 OK， 相当于这里呢可以看到有3个。我们点击最外面的这个容器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里面的，外面这个在这边一个布局我们这边鼠标往下拉，那这里方向呢我们还是选一个行水平。接下来我们选中中间这个容器，点一个右键，选择复制到此对象下，点一下 OK， 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就分成了2个容器，而且是并排的。右边的话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图片或者加入文字信息。那这个上面呢，我们先添加一个文本进来，选中这里，点这个容器，选择添加元素，我们先添加一个标题进来。那这个标题我们这里改一下，比如说是一个客户支持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个图片我们还是点这个上面的添加元素，这里有个图像，我们拖过来放到它的下面这儿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图片在左边这里点击图片，选中一张这里点击选择 OK， 这里呢已经添加进来了。那这个图片你也可以放一个，我这应该是放的是一个1:1的图片。在左边呢就需要放上我们的一个表单。那这个表单怎么做呢？还是需要来到我们的网站后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后台你这里可以选，你如果说是有它的一个模板，有我们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首页的话，可以直接点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个 W， 点一下我们就可以回到后台。这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安装一个表单的插件我们鼠标往下拉，左边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插件，点一下
这儿点一个鼠标回到左上角安装新插件，在这个鼠标再来到右侧这里搜索插件，这里输入一个，把这个字体的切换成英文的 FORM，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表单插件。那这里如果说已经安装过了，可以看到我这里已经安装过了，可以直接来到鼠标来到左边，可以找到这里一个 WPF， 就是我们的一个表单。我们点击这里一个新增，这里我们就点一个继续，可以看到这里它让你选择一个模板啊，可以看一下一个表单的模板。我们这里就选这个简单的联系表单，点击一个使用模板。接下来这里呢，我们要来设置一下。这里我们选择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字段，点一下，那么就是这个哈。我们呢一点一下这里，它就会这边会更改啊，这里就可以设置。那这里的话，我们先点一下这个高级。字段大小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大型，然后这里通用的话，格式的话，我们选择一个简单。第二个也是一样啊，这里我们还是点高级，这也改成一个大型。然后这个名称上面这个名称我们可以来改一下啊，这里名称我们改成如何称呼你，这个电邮这里改一下。这样我们给它改成您的邮箱，或者加一个留下。那下面这里也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有什么可以帮到你。OK， 那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来添加一些内容。点击这个添加字段，这儿点一个，把这个下拉，我们鼠标左键按住把它拖过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点击一下啊，这里就可以看还是点这个高级。字段大小选大型，这个通用这里我们下拉这里给它改一下。那么这个下拉呢，我们可以简单改成一个问题选择，你可以根据情况啊，你想要什么样的，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第一个选择这里，比如说是一个下单问题，这个售后问题，付款问题 ，OK 都可以。那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人去填一些信息，会发现有一些这里有个心五角星。那这个五角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一个必填这个如果说是客户他不填这个地方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提交这个表单。这个在哪里设置呢？比如说我们不想让他填这里可以选填或者说可以不填。这里可以看到你点中这里有个必填，你把这个关掉。那么这里就不会出现这个5星，看一下这里有5星，这里没有。那这个客户他愿意填就填，不想填就不填。那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打开包括我们的邮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国外的话，邮电营销是非常火的。如果说你拥有非常多的邮箱的话，那么你真的就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进行一个销售。那之前呢，小鱼儿也有讲过一期自动化邮件营销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相关链接呢，我会放在描述栏。那么这个选一下必填，下面这个呢，这里就不用勾选愿意填就填，不填就不填下面这里全部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这个保存。OK， 那我们这边就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回到一个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我们来继续编辑联系我们的页面接下来我们就接着在这里来创建这个页面。这儿呢，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发布。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刷新一下 ，OK， 这里点这个元素这里有一个搜索，我们在这上面搜索一个 ，OK， 这里看到 WPF， 我们就直接把它给拖过来，拖到我们的左边。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联系表单。那我们这里呢，鼠标看到这里有个小小的三角，点一下，这里有个简单的联系表单。OK， 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一个联系表单就出来了。那这里呢，我把这个隐藏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但它在外面呢，可以看到没有一个边框。这儿我们还可以再设置一下让它看起来的话更专业一点。我们给它设置一个边框，还是把这里面板给它点出来。这儿我们选中这里点里面这个容器就跟这个表单有关的，这里面这个容器选好之后呢，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边框，点开，这儿我们给它设置个边框圆角15 ，OK。那再往下，这里一个和阴影，点一下这个笔，模糊还是改成30，这儿扩散的话还是改成-10 ，OK。这儿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现在看了这个是不是看起来就更加的专业一点？那么这个图片可以看到这里呢，我这儿放的是1:1的，这少了半截哈。那你可以选择放个9:16的来看一下效果。我们把这个点开，选中这个图片，在这边我们来选择图像。如果没有合适的，那也可以选择来生成一张。OK， 看了我这里换了一张啊，它的大小就非常的合适了，和我们的这个表单啊，它的是非常匹配的。那这里看到啊，它这里放在。那这里这4边可以看一下，离得太近了，这里几乎这个和我们的这个边缘靠得太近了，我们把它类距给它设一下。那还是选中这个容器，点一个高级设置，这类距我们来给它改一下，给它改成一个30。OK， 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4边的一个距离就非常的均匀啊，都有留出来的一个位置。那这里可以看到它离我们上面的这个距离呢也非常的近啊，中间这里离得太近了，这儿也需要设置一下。那我们需要点外面这个大的这个容器了，那我点这个大的容器，点这个高级。我们现在需要来改这个外距，那把这个值取消啊，比如说我们靠上的话可以选个80。OK， 看一下啊，这里瞬间就变宽了。那这里居下的话也可以改成一个100。OK， 看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再宽一点呢，你也可以改成100，上面也可以改成100，下面100啊，这个距离就非常合适。那这里全部好了之后，我们点一个发布更新一下。那再往下的话，还需要再设置一个区域，一个联系地址。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加个地图进来。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里呢，还是点这个添加元素。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个容器。这个容器拖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拖到这个，将小部件拖到这个位置啊，它才会出现。拖完了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上面的添加元素，我们还要再拖一个容器进来。这里我们点外面这个容器，点一下，然后选择一个鼠标的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OK， 可以看到这有2个了。那我们再选中这个，那这里呢，我们再来找的这个主容器。如果这里找不到，那可以选择点这边啊，找到这个主容器，这里有个方向，我们还是点一个航水平。OK， 这里出现了2个并排的2个容器。那这里我们还是会分一个左右区域来设置我们的一个地址。那接下来怎么设置呢？继续往下啊，这儿我们再点这个元素，添加元素，在这里面搜索一个图标，就是这个图标，我们把它拖过来放到这个容器里面。OK， 看到这里呢有一个图标，那选中之后，我们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显示方式，点这里一个样式。这图标的位置的话，我们点击一个向左啊，垂直对齐的话，我们点一个中间。OK， 让这个图标显示在这个中间。那这个图标选中一下，我们来改一下它的，点这个内容啊，这个图标库，我们来可以搜索一个图标啊。如果这里不好找，直接搜索一下，比如说一个地图，这样我们搜索一个地图的一个图标啊，点一下，点击一个插入，那这里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显示的。那么这个图标呢，我们也可以设置啊，这个颜色我们可以改啊，这里直接选择这有个样式，这里有个图标，样式下面有个图标啊，这里有个颜色，我们点一下它。比如说你想让这个图标变成红色的也是可以的，或者你想让它变成蓝色的也是可以的，颜色都可以调整。再点击这个左边的这个内容，这个标题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联系地址。那这个字太大了，这个字也可以改啊，点一下这个笔，点样式啊，这里会点内容，那么点这个样式啊，样式下面这里有个内容啊，内容这里有个排版，看一下啊，字体的大小啊，比如说你想小一点，想大一点，这里可以拖动它。这里面的联系地址下面的一个地址哈，我们去点这个内容，这里可以改一下，在这个描述这儿，我们刚才 GPT 里面有，没有的话就随给我一个地址。 OK， 这里我就随机的编写一个地址，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那这里大家根据你的实际地址来填写，我这儿演示就随便填了一个。接下来距离哈，内容的一个距离我们也可以改写一下，点这个样式，这里有个内容的距离，可以看一下啊，你可以让它离远一点，也可以让它离近一点，差不多就行。那第一个设置好以后呢，那下面的就简单，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啊，还是点击这里
这个容器，点它的一个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再点一个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可以看到我这边就复制出来了。这里呢，我们要更改它一个排序这儿找到这个主容器，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是找到这个主容器，这里一个布局方向的话，我们向下垂直对，就这样子排。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呢，这里这下面一个容器，那这个容器干什么？我们可以放上我们的一个地图，那还是点击这个上面的添加元素，在这里搜索一个地图，那这儿有一个谷歌地图，我们就可以把它拉过来放到这个里面。OK， 看到这里一个地图就出来了。那么地图可以看到，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显示地图的一个样式这边呢有一个地图的一个缩放功能，看一下，你想要这个地图显示的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需要大一点就拖大一点。这个地图的个高度看一下你想让它显示的宽一点还是窄一点？看一下这里都可以设置。那么这个地图呢，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刚才随机生成的一个北京，我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一个北京。OK， 可以看到现在呢这里面显示的就是一个北京，它的地图它会自动的给切换到你在这里输入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呢，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输入。那如果说你有特别详细的一个位置你可以直接把它详细到门牌号，这些都是可以的，直接把它输入进来。上面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第一个是联系地址，第二个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联系电话，这里呢我就随便复制一个。那下面这个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电子邮箱，这下面我们写上一个我们的一个邮箱地址。我这些呢全部是随机生成的那这个呢是我们显示的一个方式它是垂直显示，你也可以更改它显示的一个比如说你不想这样垂直，也可以让它并排。那么这里呢我们怎么更改呢？这里找到我们的这个容器这边看一下，找到我们的主容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个眼睛关一下看。找到之后呢，这里一个样式我们给它这里点这个布局，下面这个方向我们给它选这个航水平。 OK， 看到它现在显示呢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样子不是特别好看，那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来建一个容器把我们的地图给它拖下来。那么鼠标往下拉，这里呢点这个加号，点这个弹性盒，这下面少了一步，我们需要建一个容器，点箭头，这里有个容器，现在把它拖下来。 OK，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地图呢就显示在下面了。那这里我们把这个隐藏这个面板，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我们的一个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呢就是这样子的。把这个面板给它打开，平时你想看一下做出来的一个效果，这里有一个隐藏面板可以这样就可以看到它显示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需要编辑的时候呢，我们鼠标就直接移过来把这个打开，就能看到这边呢我们又可以编辑了。这里全部设置好之后，我们这点一个发布。OK， 这里全部设置好之后呢，现在我们呢要来我们的电脑端。现在呢我们来优化一下我们的一个手机端和平板端，这也非常的简单我们这里看一下，找到一个设置，等会儿我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呢直接就点到我们的一个手机端、平板端就可以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显示的是一个电脑端，鼠标回到这个最顶上，这里是一个桌面。我们先从手机端开始看。那首先呢，我们更改我们的手机端呢，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电脑端。这也是个联系我们的页面可以看到这个字体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字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变小一点。选中之后呢，在这个点一个样式这有个排版，我们可以把字体给它变得小一点。这里我们往下拉看一下有没有问题。OK， 没有问题，我们就点一个发布。那还是回到这个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首页，点击这里一个首页。那么这里的首页呢，我们要去我们的一个网站后台操作我们回到这里点一个 W， 回到后台之后呢，我们点左上角这里一个查看站点，点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上面使用一个 Elementor 编辑，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整个首页。那这里呢，我们选择这个手机端，我们鼠标从上往下看，这个字太大了，我们点一下，点这个样式左边，点这个排版，我们把字体给它拉小一点。OK， 差不多就这样就可以了。下面看一下呢，这里的字也可以再小一点，点这个样式，点排版，
那这个字体呢也可以小一点。这个搜索框的话可以让它大一点啊。这里选中之后，我们点这个高级设置。那么我们把这个类距给它改一下，改成这，我们把这个值给它取消一下，把这个改成10，左边也改成10。OK， 可以看到这个框就大一点了。那我们接着看一下下面。那么这个字体也是它有点靠左边了，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那这里还是选一个高级设置，这样我们把这个值取消，这个类距我们把它设置成一个，看一下我们改成一个50。OK， 我们把它往中间挪一点。那这个字太大了，还是点这个样式，点这个排版，把字体给它变小一点。这个的话我们也点一下，这样我们让它居中啊，这样子就可以了。接着往下拉看一下啊，这里的字有点大哈，还是点完先选中，点这个样式，点这个排版，这个字体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一点，这个字也可以小一点，点这个样式排版。 OK， 这边往下拉 OK， 没有问题，点一个发布。那么其他几个页面都是一样，你刚才的这个回到这个主页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联系我们的页面，这里呢你也可以点这个 Elementor， 这里点一个手机，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那么没有问题，我们就不用去改它。那这里我们可以回到点这个上面啊，联系我们上面有一个关于我们再来到这个页面看一下。这儿还是选择一个手机，关于我们这个字体太大了，把这个排版这里改小一点，这个字体也改小一点，这个字体也给它改小一点。选中之后，这边啊到左边来改就可以了。OK， 这个客户评价有点太靠边了，选这个排版，字给它小一点，这个字也小一点。那么我们把这个字体点一下，给它居中，这个也是给它居中。那这个两边可以看的靠得太紧了，我们先把这个字体给它再缩小一点，改成个15，这个就差不多了。这个地方也可以把它这个两边的距离给它啊，因为太靠边了，点这个高级。我们点这个类距，把这个值给它取消，右选个10，左边也给它选个10。OK， 它就居中一点了。好了之后点一个发布，这就是把我们制作好的所有页面呢，都给它手机端给它看一下有没有问题。那么改手机端刚才也讲过啊，它不会影响我们电脑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呢，还是点击这个查看站点啊，我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博客啊，还空荡荡的。那我们需要来写一点文章来优化一下我们的博客页面。接下来回到后台，这里有一个文章啊，点击这里点这个文章，这个不要，我们把它先关掉。那这里面这个我们不要啊，可以直接把它删除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可以看到在最顶上这里有个写文章，我们点一下写文章。我们点鼠标中间这个键，我们才在新窗口打开。写文章这种事情呢，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 GPT。那这儿我就直接让它帮我写一篇跟网站相关的文章 ，OK， 然后点击一个发送 ，OK， 这里呢，让他给我写一篇与网站相关的文章，点击一个发送。这里啊，标题也有了，复制一下，把标题写在这里。接下来把下面的内容呢，给它复制粘贴到这个下面，那么这个文章就写好了，是不是非常的快？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可以看到在左边，在我们的右边这边呢有一个文章，这里有个特色图片啊，我们可以添加一张图片进来。这里我就随便选一张 ，OK， 这图片好了之后呢，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分类类目。啊，这里面可以新增一个分类，比如说你这个文章是什么文章，怎么选模板。那这里面呢，你写一些什么相关的一些文章呢？这里你可以来把它多写几个分类目录，这里可以多添加几个，比如说怎么选模板。往下呢，这里有个标签可以看一下啊，你可以点一个新增标签，这里可以看到它说用逗号或者回车啊，这里比如说一个模板，我们可以复制一下。用一个逗号给它分开，比如说优质模板这些啊，你都可以把它这些关键词可以给它输入进来。那么这些标签呢，一定要记得添加。那这个都是与你的文章相关的一些标签，因为这个标签的话，它会参与到一个排名。这里就是尽可能的，你就写一些跟你的产品相关的一些标签。这边呢可以看到了，这里就已经设置好了。那这边呢，你还可以添加一些链接进来。
那甚至就像这里呢，可以看到2个区块，一个是文章，一个是区块。在文本的颜色、背景的颜色，我们都可以改。比如说这里呢，我们想把这一段给它换个颜色，这里有一个文本，它的颜色可以看。在这里面呢，重新选一个颜色，或者给它选成一个重要的，我给它标记成红色。OK， 那看一下这个颜色可以更改。那如果说你想在这个里面文字里面添加一些链接呢，也是可以的。当有人点到这个文字呢，它就会跳转到你给的这个链接里面去。比如说在这里呢，专业设计师和开发团队啊，这里呢，比如说我想在这里给它添加一个链接，可以点这里啊。你选中之后，这里会跳出来。那这儿，比如说我们把刚才的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链接，把这个上面的这个链接给它复制一下，把它加到这个里面，点击这里一个提交。当有人点到这里的时候呢，它就会跳转。OK， 这里好了之后，我们就直接点一个发布，需要点2次发布。那这里我们可以查看一下，在这边鼠标回到这个右边，这里有个查看文章，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写的一个文章。那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我刚才在这儿有添加一个链接啊，我点击一下啊，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团队的这个介绍这个页面。任何地方啊，你想要添加链接都没有问题。这个文章写呢就是这样子写的啊，大家可以多创建一些文章。那么这个文章呢，你会可能就需要花一点你的时间啊。如果说你用 AI 的话，你也可以用 AI 来写，其实 GPT 写的还是可以。那你可以结合一个 AI，GPT 帮我们写好之后呢，你再来进行一些修改，然后直接去复制过去就可以了。比如说这里呢，我再让 GPT 呢再给我写6个相关不同，再给我写6个文章的一个主题方向。那这里呢，它就直接就给你写了。比如说这里有如何选择适合你业务的专业模板，提升转化率的秘诀，优化网站内容的一个最佳实战，网站模板与 C 业务。那我就让它给上面的每一篇主题写一篇文章。接下来我们的文章就有了。那这里我们直接复制一下标题，回到这里呢，点击这里，我们点这个鼠标中间这个滑动按钮，从新窗口可以多打开几个页面，我们可以几个文章一起来写。OK， 这里来看一下，先把标题加进来，再把内容复制过去。那这边的话，来加一下一个特色图片。这里分类的话，比如说你这个是什么模板，讲的是什么，你就分类到哪个里面。好了之后点一个发布，那继续写下一个来，这边图片加进来。那这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大家自己去创建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所有的文章就已经完成了。回到后台看一下，查看我们所有的文章。那这下面的文章就已经全部写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 W 旁边的这里一个查看站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博客，点这个博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写出来的一些文章，看一下。这个是它显示的一个方式哈，现在这个显示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图也很大。那这个显示的一个效果呢，我们也是可以改的。我们点击这个左上角这儿有个自定义，点击这里一个布局，布局的话我们这儿选一个博客，这下面这里有个博客，点一下。那这里就有几种显示方式啊，看一下，它可以这样子显示啊，这就显示的小一点了，还可以这样子显示，这就大，就像刚才那样，还可以这样子显示，这也变小了，还可以这样子显示。那么喜欢哪一种？你看啊，哪种符合你网站，你就选哪一种啊。我觉得这个第一种还是可以，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这里限制可以看到它这里字数啊，你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显示50个字，那么这字会多一点啊，这里面的字会多一点。那可以再多一点，比如说200个字。OK， 它这下面显示的更多一点，一般显示个120个字，这样差不多。或者说看一下100个字，这样也就差不多。设置好之后，记得点一个这上面的发布。那么看一下这个右边这边呢，也可以改啊。这边显示的这个有的东西，我觉得没必要。那这边右边怎么改呢？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回到后台之后呢，鼠标往左边，这里有个外观，外观里面呢可以看到这有个小工具，我们点一下，这里直接把它关掉。那么你可以看到这边呢，它显示的这些英文啊，跟我们刚才博客这边显示的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些文字，看一下这些。那么哪些不要的呢？我们可以来给它删除啊，看一下。比
比如这个不要的话，我们点一下，点完之后呢，这里有3个点选项，那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删除，就直接把它删除了。那这个也是一样，不要我们就直接往下拉，点击一个删除，那么它就没有了。这个也是一样啊，不需要的，你不想要的都可以给它直接删除，点击这里一个删除。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博客页面，我们这儿刷新一下看。那这边呢，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东西。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加号，添加区块啊，这里有个添加区块啊，这里点击一下，这里可以点一个预览全部。比如说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面，比如说一个分类列表，可以加一个最新文章，也可以加一个。这里面非常的多的一些小工具啊，你都可以往里面添加看一下。你点一下下面这个，点一个浏览全部。那这里有个搜索，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个进来。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往上移，把这个搜索呢给它移到最顶上。这里一定要更新一下。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点一个刷新。改好之后呢，我们再点这个首页，我们鼠标往下拉，那我们底部可以看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哈，我们需要在下面来设置一些信息。那这里呢，我们还是先点这个布局，这儿我们选这个页脚。页脚的工具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你想显示几行，看一下这里有。比如说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有2列，鼠标往下拉看一下啊，这里就有页脚了。或者说想要这里一个3排啊，这里3列。这儿呢，我打算给它设置成一个4列啊，看一下，那就显示就是这样子啊。接下来这里一个版权的一个更改，那么你的版权的所有信息的话，可以在左边这里进行更改。那你可以在这个后面，比如说加入一个，现在是2024年，可以加一个2024。OK 的，这下面呢，版权所有2024就出来了啊。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写上你的品牌名称，也可以，这儿都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置顶一下我们最底部，这儿点击上面，这儿发布一下。更改了你就点个发布，没更改也点个发布，点这里一个返回，再点一个返回啊，回到这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小工具，点进来，这里有个页脚小工具，点进来，这里点一个我知道了，这有个加号，我们点一下，我们需要在这里来上传一个我们的一个 logo 啊，点一个图库啊，这儿选的一个上传。那么你可以制作好你的一个 logo， 那这里呢，我就随便上传一张，点击一个 logo 上传。那么这儿啊，我们可以给它变小一点，稍微有点大。右上角这有3个点，一个选项，这里我们点这个作为 HTML 编辑，点一下。在这里呢，我们先让它转一个行，转行的话可以一个 Shift 加一个 Enter 键啊，它就会同时按住的话就会转行。那么这里非常重要啊，大家一定不要弄错了。那么这里呢，我们打一个回车啊，空格让它转个行。这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在这个里面输入一个符号，呢中间打一个 P 在里面。那这个中间呢可以输入我们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品牌介绍，简洁一点，再短一点，再我们可以复制一段。那这里呢，看到它恢复到刚才这里了，不要紧，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操作它，我们可以重新点一下。那这里输入完之后呢，这个后面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后面再输入一个这个符号。这里的话，在这个 P 的前面打一个斜杠，这里面啊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打一个符号，中间写一个 P 啊，这中间就加入我们的内容。后面呢，我们再打一个这个符号啊，在这个 P 的前面呢加一个斜杠，我们点一下这个可视化编辑。OK， 可以看到这下面的内容呢，它就出现了。那下面呢，我们还可以添加其他的内容，点击这个加号，这里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搜索一个导航。那这个导航我们点个这个导航菜单。那这个导航菜单的话，在设之前呢，我们要先去后台设置一下。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点击这个 W， 那这里我们鼠标往下拉啊，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在这个外观里面有个菜单，我们点一下。这儿我们选择在这里顶上选择一个创建一个新菜单。这里的菜单名字的话，你可以选择写一个底部菜单，或者写一个取一个公司的一些信息。那么这里点击一个创建菜单。接下来呢，我们来添加一些菜单进来，点这个查看所有。公司信息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博客关于我们联系我们什么退货退款政策添加，点这个添加至菜单。
点完之后，这里我们点一个保存菜单。那这儿呢，我们还需要再创建一个，点一个创建一个新菜单。那这菜单名称的话，我们可以写成是订单信息，这里点一个创建菜单。这个时候我们点这个查看所有。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些进来，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订单信息，比如说账单、结账。那下面这里 WordPress 的一个端点，我们点一下，这里面可以订单、付款信息啊、付款这个地址这些可以一起加进来，点一个添加，上面这个一起给它添加进来。添加好之后点一个保存菜单。接下来呢，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菜单。这里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个人信息，点击一个创建菜单。那这里呢，点击查看所有，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比如说首页啊、商店啊、购物车这些给它添加进来，添加至菜单，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地方，再我们点一个发布。点完发布之后呢，我们点一个返回，再点一个返回，我们再重新进入这个小工具，页脚小工具。这里点一个导航菜单，把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些给它添加进来。这里选择菜单，点一个，那么这里选一个个人信息。标题的话，我们可以点一下，这里点这3个点，点一个复制，点这3个点，点一个复制。那么也可以选择这样子复制 ，Ctrl 加 C 把复制过来，直接输入也可以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点击这个3个点。这里点一个创建副本，创建副本这里菜单的话，我们就选一个公司信息，那这上面改一下，改成公司。那再点一下这个，我们再创建一个副本，下面呢再接着选一个订单信息，这儿改一个订单信息。那这里可以看到这后面都全部加进来了。我们点击一个上面的一个发布，这样我们可以刷新一下。刷新之后呢，你看我们这里往下拉就可以看到这下面我们刚才信息就全部添加进来了。那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首页看一下，点这个查看站点。OK， 这里我们拉到底看一下，那我们的一个品牌信息、个人信息、公司信息、订单信息都能看到。不管你点哪个，它都会跳转到一个相应的一个页面。比如说我们点一个博客 ，OK， 它就会跳转到一个博客的页面。那这儿我们的一个底部栏就设置好了。OK，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商店。我们的商店可以看一下，这边现在还非常的不专业啊。这边我们需要来对我们的商店的页面进行一个优化。那在这里呢，它应该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价格的筛选啦、产品的一个搜索。那这个也很简单哈，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左上角的自定义。那么这里有个 WooCommerce， 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产品图片，点一下。那么这里呢，它这里默认的这些图片都是1:1的，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正方形的。我们选择一个自定义，我们把图片的大小比例给它调整一下，我们点一个16:9。OK， 那这样显示起来就好看多了。那再点击这里一个返回，这儿还需要再点击一个返回。那这里有个布局，我们点一下。布局这里点进来之后，我们选择这一个侧边栏。侧边栏的话，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个产品档案页面。那这儿有一个显示方式啊，点这个三角，无侧边栏、右侧边栏，我们点一个左侧边栏，一般情况都是显示在左边。那这里我们再点一个返回，再点一个返回，点一个小工具，点这里 WooCommerce 的侧边栏，点一下这个。这儿我们点这个加号，我们需要把这里改一下。这点一个浏览全部，鼠标往下拉，我们需要添加一些小工具进来。这里最基本的一个搜索产品我们是需要的，我们鼠标往下拉，找到一个搜索的一个按钮，这里搜索产品点一下 OK， 这里一个搜索的就加进来了。那么我们这样子按的话会非常的麻烦啊，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工具来帮助我们。那这里我们先点一个发布，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一定要先发布啊，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找到这个插件，我们这里点一个安装新插件，这里搜索一个插件，插件的名字就叫经典小工具 OK， 就是这个，我们点一个立即安装。那这里安装，这里安装好之后点一个启用，看到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要在这旁边来添加一些小工具。那这里我们就回到刚才这个后台，这里我们点击这个插件里面，我们点这个外观啊，它在外观里面有个小工具，我们点一下，
OK， 现在你可以看到可用小工具在左边啊，我们要设置的在右边。这里一个页脚小工具，看一下我们刚才这边呢已经设置好了。这里是主要侧边栏啊，这我们可以看到 WooCommerce 侧边栏，我们点一下这里。那这里呢，我们就不用再返回这边来设置了，我们直接就可以在这里操作。那我们这里点击一下，我们需要些什么？刚才那一个搜索我们已经添加进去了。那我们需要一个按价格筛选，我们给它拖过来放到这里。最近浏览过的商品呢，我们也要把它拖过来放在这里。那这里有个产品类别，我们也把它拖过来放这里。那这样我们就直接添加进来，我们点击这个呢，可以把它收上去啊，这里可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添加了这几个，你还需要什么？这边你都可以添加。产品分类你也可以添加一个进来，把这个区块给它拖到最上面来。OK， 这里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地方来，我们这里刷新一下看一下。那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工具就已经加进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这个叉，给它关掉。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你可以按价格来搜索，你也可以在这里直接搜索你要的一个产品。这里你可以浏览一个产品看一下啊，这个地方。这里呢，我们侧边栏呢就已经设置好了。通过这个小工具啊，你可以看到你需要什么，你都可以往这边拉啊，需要什么小工具都可以直接拉过来，非常的方便。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首页。那首页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 logo。那么这个 logo 怎么改啊？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一个 logo。这里有个自定义，直接点进来。这里有个站点身份，点一下啊。这里有个 logo， 选择一个 logo。那我这里就随意的上传了一个，点击一个选择。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显示不了这么宽，它需要裁剪，我就直接点一个裁剪。OK， 看一下这上面就改了。那这个大小还是可以设置的。你看这里 logo 的一个大小可以看一下，不需要太大。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保存，点一个发布。那保存好了之后，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上面的这一排信息呢，我们也可以改的哈。这儿我们点击一个返回，这儿呢我们直接点一个布局，这里有一个正常页眉，点一下。那进来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啊，你可以设计你的一个页眉背景也是可以设计的。这下面你要显示哪些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上面的一个这个仪表盘不想显示，那你可以把它关掉，那么这里它就不显示了。这个心愿单不想显示，把它关掉。这个购物车图标你也不想显示，也可以把它关掉。OK， 可以看到这里就没有了。这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这个看大家自己来可以多来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啊。我们这里点击个发布。那这里呢，所有里面的东西都可以改啊。我们点击这个返回，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呢，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比如说这个按钮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里文本的一些颜色呀、背景的颜色啊、边框啊这些呢都可以改啊。再返回一下，看一下这里呢还有一个颜色啊，这个里面的一些颜色呢，你想要调整呢，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调整。那就是你想把它设计成什么样的啊，你想怎么搭配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整个网站的创建呢就已经全部完成了。那如果说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看懂，那建议你呢可以多看几遍。那你可以放慢速度啊，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设置啊，设置里面呢它是会有一个速度的一个选择，比如说你可以放慢速度来看。如果说想要学会自己建网站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给它收藏起来啊，也不要着急，一步一步做，只要跟着步骤一步一步做了，相信你也可以拥有一个你自己的网站。本次制作网站所有链接呢，我都已经放在了下面的描述栏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打开复制。对做网站感兴趣的朋友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